这个拥有绝世容颜的女孩，不仅是帝国唯一的公主，同时也是现任皇帝的姐姐。她叫卡伊娜。然而就在她帮皇帝夺得皇位后，却被亲弟弟亲手杀死。这就是小说《黑玫瑰》的故事。卡伊娜是美丽却愚蠢的恶毒女频，而女主奥莉凭借自己的清纯善良，俘获了一众男人的心。对此，卡伊娜的内心充满了对女主的嫉妒。后来被自己亲弟弟利用，试图毒死女主，但计划失败，遭到弟弟背叛的卡伊娜，最终下嫁给一个凶狠残暴的男人。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个女孩当初看这本小说，就是因为好奇恶毒女配的结局。小说里的卡伊娜和她很像，她们都是被人利用的提线木偶。面对公司里龌龊之极的油腻上司，她不愿再任人摆布。然而就在她下班准备回家时，一个疯狂的男人突然出现，他举起手里的刀刺向女孩。就这样，女孩倒在了血泊中。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结局竟与恶毒女配如此相似。女孩缓缓闭上眼，就这样死掉也挺好。再次睁开眼，映入眼帘的人和周围的环境都是那么的陌生，而自己竟也安然无恙。他正诧异这是怎么回事，一旁的金发男子牵起他的手，亲吻下去。卡伊娜皇姐，你终于醒了。听着这熟悉的名字，他立马想起自己看的小说里雷杰普杀死姐姐。卡伊娜是恐怖的嘴脸，他起身想要逃离这可怕的地方，却在镜子前停住了。他不可置信看着镜中的自己，简直和小说里描写的卡伊娜一模一样。女孩渐渐反应过来，自己重生了。这时侍女端着一盆水走了进来，说她因为中毒脸色很不好，所以要重新为她梳妆打扮。她很疑惑，我中毒了吗？突然她感到身体一阵刺痛，无数记忆涌上她的脑海。只见卡伊娜在宴会上喝下红酒，接着便吐血晕倒了。难道自己的重生跟这件事情有关？侍女见她状态不好，便上前询问要不要叫医生。卡伊娜表示自己没事，并让她先下去。侍女先是一愣，随后松口气，原以为卡伊娜醒来会责怪她没服侍好，而遭到一顿毒打。难道是因为公主受到了刺激吗？侍女还是第一次见她如此安静。卡伊娜没想到自己死里逃生后做的第一件事竟是梳妆打扮，这就是公主的使命吗？只用做一个美丽的花瓶，可这有什么用？她记得小说中被所有人惊叹美丽的卡伊娜，最后不还是惨死了？想到这，她忍不住冷笑起来。女孩重生回第一世恶毒女配，她发誓绝不再任人宰割。熟知剧情的她又会如何绝地逆转？卡伊娜从刚才开始便逐渐恢复了这一世的记忆。她庆幸回来的时间点还不算晚，父皇现在还活着，这也就意味着还有牵制自己那恐怖弟弟的方法。不过他打算在弟弟登基前就离开这里。第一步，他准备先找个容易掌控的男人，绝对不能和书中囚禁他的疯子结婚。就在这时，雷杰普忽然来求见。卡伊娜微微一笑，该来的果然还是来了。雷杰普弑父夺位，违背伦理纲常的不孝子。他虽拥有天使般的面孔，但性格极其暴力，只因他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皇的爱，所以长大后成了一名暴君。说到底，他只不过是个渴望被关怀的可怜孩子罢了。面对雷杰普的关心，卡伊娜表示自己没事。雷杰普很惊讶，他怎么会这么淡定？他坐到卡伊娜旁边，卡伊娜向他表示歉意，让他在很忙的时候还抽空来看自己。雷杰普嘴上说着她是自己的姐姐，理应自己来看他，心里却很慌。他从未见过如此沉稳冷静的卡伊娜，以前的他这时只会大声质问他什么时候抓到犯人，之前的他总是很聒噪，习惯把内心想法写在脸上，但现在自己竟然一点都看不透他了。雷杰普猛地起身，应该是自己想多了吧，因为卡伊娜就是一个除了漂亮一无是处的提线木偶。雷杰普抱住她，在她耳边轻轻说道，我一定会亲手抓住毒害姐姐的凶手，并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而卡伊娜嘴角上挂着冷笑，原来在她眼里，自己只是一颗帮助她坐上皇位的棋子而已。她一把推开雷杰普，让他不要再去追查凶手了。看着一反常态的卡伊娜，雷杰普激动大喊，为什么？你可是差点被害死了。卡伊娜瞥了一眼他，心里很清楚，给自己下毒的人就是他亲爱的好弟弟。见他不说话，雷杰普着急询问他，是担心遭到报复吗？你不用担心，我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卡伊娜摇了摇头，他知道下一步雷杰普就要栽赃吉利安为凶手了。雷杰普想削弱其家族的势力，所以才会对他下毒，自导自演这场贼喊捉贼的戏码。而卡丽娜之所以阻拦他，是因为自己的外祖父哈梅尔伯爵家族也牵扯其中，如果外祖父倒台了，自己的处境就会变得很艰难。他牵起雷杰普的手说道，不要把公爵家族拉下马，而是要把他们拉入你的阵营。女孩重生成书中恶女，这一世双商在线的她要掌控全局。听着女孩深谋远虑的话语，雷杰普震惊了，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女孩表示自己想再找个信得过的新侍女。你觉得奥利怎么样？也就是基德雷家族直接资助的小姐。雷杰普记得他之前明明很讨厌这位小姐，他不敢相信，又向她确认一遍。卡伊娜表示自己不能总由着性子做事，不顾大局。雷杰普彻底看不懂她了，眼神充满警惕问道，你到底想干什么，皇姐？卡伊娜微微一笑，随后走下床，她跪在雷杰普面前，亲吻他的手。我敬爱的王。雷杰普脸色一红，起身想要扶起他。卡伊娜接着说道，我只有你了。他
他记得这句话，小说中的卡伊娜对他说过很多次。雷杰普咬牙甩开他的手，够了，你到底打的什么算盘？此时他觉得面前这个与他共处10几年的姐姐很是陌生。卡伊娜微眯着眼反问他，真的把自己当做他的姐姐吗？并一针见血指出，如果我没有了利用价值，你会把我当作联姻工具送出去。卡伊娜知道，如果再次嫁给吉利安，她还会被囚禁虐待，最终惨死。他缓缓走上前，不如我们做笔交易。雷杰普问他到底想干什么，卡伊娜提出让他自己来选择结婚对象。雷杰普冷笑一声，问他能为他做什么。这时卡伊娜的身体突然传来一阵眩晕感，他握紧拳头，努力撑起疲惫不堪的身体。我可以帮你坐上皇位。看着雷杰普狐疑的神色，他继续说道，我知道你现在并不信任我，但你回去仔细想想，究竟谁才是真心为你。话音刚落，卡伊娜的身体向后倒去，雷杰普急忙上前抱住她，她的身体怎么这么烫？雷杰普大喊，赶快传御医。就在此时，卡伊娜伸出手抚摸着他的脸庞，真是个善良的孩子。说完便昏了过去。安置完卡伊娜后，雷杰普让手下从没落贵族里找几个愿意背锅的，并吩咐手下加强对卡伊娜公主的监视，她的一举一动都要报告。雷杰普一直以为自己把她玩弄于股掌，现在却后知后觉自己可能被他耍了，怀疑这背后有人指点卡伊娜。那日之后，他总会想起卡伊娜望向他的那双蓝色眼眸，里面不再空洞无物，而是充满了智慧和不屑。雷杰普突然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明明是属于他的愚蠢又美丽的玩偶。与此同时，卡伊娜也得知有新的人背顶替害他的凶手。看来雷杰普果然听从了自己的意见。人们都说这个女孩是怀抱毒刺的玫瑰，拥有举世无双的美貌，只有她知道自己要搞事业，不然就要落得小说中恶女惨死的结局。马上就是卡伊娜成年礼了，侍女套她话问她希望自己未婚夫是基德雷少爷吗？卡伊娜知道自己周围的人都是弟弟派来监视她的，所以她说的话肯定会传到她的耳朵，而且也会传到皇帝耳朵里。于是卡伊娜直言说道，父皇不同意这门婚事，所以他们是没有可能了。如果基德雷成为驸马，可能会打破皇室与贵族之间的权力制衡。侍女很惊讶，谁都知道卡伊娜的初恋以及暗恋对象一直都是基德雷，没想到她此时竟会说出这种顾全大局的话。接着卡伊娜起身命令道，来人服侍本公主更衣。换上新衣的她让众人纷纷赞叹不已。侍女注意到卡伊娜以前听到这种话都会很高兴，但今天居然没有什么反应，她不禁思考现在的公主绝对不容小觑。然而卡伊娜也注意到了这个叫贝拉的侍女，聪慧机灵，很会察言观色，是众多侍女中唯一一个可以为她所用的人。她府上的侍女都是弟弟雇佣的权贵人家的女儿，为了当上皇子妃，他们可以轻易背叛她。于是卡伊娜打算给贝拉一个机会，究竟要不要选择当她的人？为了不做提线木偶，她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势力。这一次，卡伊娜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你们准备一下，我要去拜见皇帝陛下。卡伊娜来到皇宫，父亲很惊讶她竟会主动来见她，并表示如果她想抓住真正的凶手，他可以出面帮她。卡伊娜记得原著里年幼不懂事的女儿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好，而父亲也知道是他的亲弟弟给他下的毒。卡伊娜上前握住他的手，我马上就成年了，也该懂得顾全大局了。雷杰普现在还小，我理应多让着他。说完，他露出灿烂的笑容。父亲听后愣住，他知道下毒的人是雷杰普，竟还处处护着他。我的女儿果然长大了。见她如此懂事，父亲欣慰不已，说起要给她物色一个夫婿。一提起夫婿的话题，卡伊娜总是习惯性想起艾文，不过她的心思并不在情爱之上，她需要的只是他的权利。卡伊娜表示自己身为一国公主，一切会听从父皇的安排。父亲震惊不已，明明之前她还一直吵着要嫁给埃文，现在竟变得如此乖巧懂事。今天的卡伊娜让她刮目相看，但又怀疑她是真的不喜欢埃文了吗？女孩重生，再次遇到自己的暗恋对象。前世身为舔狗的她，此刻像个高冷女王。基德雷大人好久不见。男人惊讶她竟不像以前那样叫他埃文。陛下刚刚在午睡，让我一会再来拜见他。话音刚落，周围人纷纷议论起来，大家都在说陛下根本没有午睡，果然是故意不接见公爵大人。一旁侍卫让他们不准大声喧哗，打扰陛下休息。埃文礼貌表示自己下次再来拜见，说完就准备离开。卡伊娜突然开口，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来找陛下。埃文听后停下脚步，他怎么知道我来见陛下？卡伊娜接着说，也许自己能帮到他，难得见一面，不如一起喝杯茶。埃文疑惑，就算他知道自己找皇帝什么事，他又能怎么帮忙解决呢？但看他一副沉稳的样子，完全不像之前的无脑花痴公主，反而更像谈判家或是谋略家。埃文看出他的眼神中透着一种运筹帷幄的淡定，他顿时觉得这个女人有点意思，不妨去听一听。府里下人见埃文来了都很惊讶，准备把华丽的裙子给卡伊娜拿来换上。卡伊娜表示不用，怎么舒服怎么来。很快她换好衣服出来，埃文抬头看向她，一脸震惊。之前在他面前打扮的华丽的卡伊娜，今天突然穿的这般素净，既没有盛装打扮，也没有扭捏作态，反而给她一种典雅高贵的感觉。卡伊娜坐下，直接切入正题，我们来聊一聊你的婚事吧。
埃文疑惑问他怎么知道自己最近被婚事困扰。卡伊娜表示自己只是猜测的，原著里只有他本人和身边亲信知道他患有严重洁癖，这让他无法与别人亲密接触。一个23岁血气方刚的青年，竟连女生的手都没牵过，所有人都以为他性取向有问题，因此家臣们反对他继承爵位。卡伊娜继续说自己还知道他想接过军权，以此来证明他不用结婚也可以得到认可。卡伊娜表示可以帮他解决问题，接着他让侍女把茶泡弄一点，再加上牛奶和白糖端给埃文。没见过这种喝法的埃文像看黑暗料理一样，见他不敢下口。卡伊娜说这是自己特制的茶饮，味道还不错。埃文抱着希望不会难喝到吐的想法喝了一口，下一秒他大惊失色。卡伊娜问他怎么样，好喝吗？埃文直言很好喝，并表示还想再来一杯。卡伊娜很开心，他没想到有严重洁癖的他竟会这么喜欢，于是让侍女一会儿把制作方法写给他。埃文若有所思看着杯子，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喜欢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具体聊聊你的未婚妻候补人选吧。这个男人的洁癖严重到无法与人做亲密检查，一无所知的母亲像往常一样要他去相亲。埃文学着卡伊娜给的配方，让侍女上一杯浓茶，再加上牛奶和白糖。母亲疑惑问他以前就喜欢这种奇怪的喝法吗？埃文表示今天才喜欢上的。母亲虽有疑虑，但没再说什么，随即看着整洁的房间说道：“你看房间里乱的，你需要一位女主人来帮你打理。”说完掏出3幅照片，一一向他介绍。埃文顿时想起卡伊娜跟他说的，这些女人要么是欠一屁股债，要么有癫狂症，只有奥利聪明伶俐，心思细腻，最适合他。然而卡伊娜积极撮合他们，竟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让他别忘了他们俩的姻缘是他促成的。但在爱人耳边温柔诉说爱意，亲密抚摸爱人脸庞，这些他都做不到。埃文回绝母亲自己是不会结婚的。看着杯中浓茶，埃文打算找卡伊娜问个清楚，他到底在谋划什么。与此同时，侍女们都在讨论卡伊娜醒来后竟变得好欺负了，即使他们服侍不周也不会挨骂了。贝拉见状上前斥责他们闲聊不好好干活。利亚不服气说雇佣他们的人又不是卡伊娜，而是雷杰普殿下，并对他仗着卡伊娜撑腰就目中无人了。周围侍女都表示自己有雷杰普撑腰，看着侍女们笑嘻嘻的样子，贝拉暗骂他们都是一帮蠢货。之前自己竟还想加入这帮人，现在要打起12分精神，因为他知道卡伊娜是绝不会忍受失误的。这些贵族小姐都天真的以为可以用自己的爱改变雷杰普暴力冷漠的性格，只有贝拉，谁能认可他的价值，他就忠于谁。另一边选择站在卡伊娜这边的安妮，早上已将侍女们的话传给了卡伊娜。卡伊娜猜到，按贝拉性格是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她想起愚蠢的贵族小姐莉亚，在上一世就把她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了雷杰普，最终不还是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而埃文和奥利的婚事是整本小说故事的开始。在他们见面之前，卡伊娜决定先把奥利变成她的人，接着她写好一封信，让安妮帮她交给一个人。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个侍女气喘吁吁跑进来：“大事不好了，公主殿下，您快去看看吧！雷杰普皇子殿下大发雷霆，一直在摔东西。”与此同时，皇子府上，雷杰普一边不停摔东西，一边大骂，居然说因为我是私生子，所以和养子海因没什么区别。下贱的东西，等我当上了皇帝，把他们全都处死。上一世腹黑弟弟亲手杀死女孩，这一世他决心要感化她。只见他眼神冰冷，让下人把房间里的碎片清理干净。一旁的侍卫都被他的威严惊到。雷杰普让他不要过来，卡伊娜却无视他的话，径直向他走去。雷杰普不耐烦，又重复一遍。话还没说完，他伸手抚上他的脸颊：“如果我不过来，你就是孤身一人了。”雷杰普没想到自己的亲姐姐会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紧接着卡伊娜微微一笑：“你要记住，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卡伊娜用手擦掉他脸上流出来的血渍，满眼心疼望着他：“很疼吧？这么帅气的脸要是留疤了可怎么办？”雷杰普叹口气，伸手搂住卡伊娜，接着把她抱了起来。“皇姐，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卡伊娜笑得一脸灿烂，问他：“现在心情好点了吗？”雷杰普沉默看着他，闭眼感受着他手心里的温暖，然后说道：“好多了。”卡伊娜小心翼翼给他包扎后，嘱咐他下次再生气也不能拿自己身体撒气。雷杰普一开始先说自己一时没忍住，卡伊娜微眯着眼，他记得原著里写过这段剧情，海因把雷杰普的人抢走了，并被人拿他和海因做比较。卡伊娜知道他虽性格暴力，其实内心还只是个小孩子，而现在的他正是需要亲人照顾和疼爱的年纪。父皇对他漠不关心，那他身边的亲人只有自己了。卡伊娜决心用爱和包容来感化他。想到这，他伸手揉了揉他的头，不用担心，一切包在姐姐身上。接着卡伊娜向他说了自己的计划，他会在成人礼那天假装病了，然后就由他来接待那些想攀高枝的贵族们，让他们加入他的阵营。雷杰普听完立马明白他的用意，这样一来确实可以夺回被海因抢走的合作伙伴，但却要牺牲卡伊娜。他不敢相信，问卡伊娜真的愿意和其他人结婚吗？并问他不是一直爱着埃文吗？卡伊娜承认自己之前确实很想得到他，但是谁能保证这份感情能永远不变呢？并表示自己现在都怀疑当初是否真的爱过他。看着雷杰普一脸错愕的样子，他继续说道：“这世上没有永恒的感情，再热烈的爱情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变淡。”宴会上，贵族们都知道埃文府上要了好几位贵族小姐的画像，以前的卡伊娜肯定会疯狂阻拦，可此时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众人猜测传闻可能是真的，公主对埃文彻底死心了，那奥利就有可能会成为埃文的夫人了。安抚发疯的弟弟，公主竟然出卖自己的婚姻，帮弟弟登上皇位。然而她甚至亲自下厨，为弟弟制作精美的蛋糕。可弟弟不知道，他正在一步步落入姐姐的圈套中。自从公主决定放弃与基德雷结婚后，这消息就在贵族圈内传遍了。基德雷更是不死心的，连续5次求见卡伊娜公主，都被她以生病为理由拒绝了。比起基德雷，卡伊娜更关心自己的弟弟雷杰普。得知他与艾布特伯爵见面，卡伊娜内心十分开心，那可是拥有蓝宝石矿山的人，肯定能给雷杰普带来巨大帮助。既然雷杰普听从了他的建议，作为姐姐当然要奖励他一下。于是他决定亲自下厨，为雷杰普做些小点心。女仆本以为他是开玩笑，可是见到卡伊娜精湛的厨艺后，不管是女仆还是厨师，瞬间呆住。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高贵的公主居然这么厉害，更不会想到前世的她经常做饭，母亲还是顶级面点师，这点小事还难不住她。让他们更意外的是，卡伊娜居然一次做了2份，一份是雷杰普的，一份是为了犒劳这些善良的佣人。这下厨师瞬间被感动得稀里哗啦。随后卡伊娜询问谁去将点心送给雷杰普呢？一旁的女仆们直接疯狂了，她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在雷杰普面前争宠，如果能成为皇妃，那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了。突然，一名贵族女仆一把抢过点心，正准备端去送给雷杰普，可她瞬间被点心烫得松脱了手，滚烫的点心直接砸到了卡伊娜手臂上。女仆赶忙跪地求饶，谁知卡伊娜竟一点也不生气。一旁的贝拉懵了，质问卡伊娜为何这么善良。谁知卡伊娜突然脸色一变，语气中带着阴险的说道：“你觉得我会这么善良吗？点心就让你来送，至于怎么做你懂了吗？”贝拉当然明白卡伊娜的用意。当雷杰普品尝到甜美的点心后，顿时变得心花怒放，姐姐居然这么疼爱他，真是感到满满的幸福感。就在他开心的品尝甜点时，贝拉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其实公主刚刚受伤了。”下一秒，雷杰普直接带兵冲进了公主府，他如同恶魔降临一般，盯着这些曾经高傲的女仆。他们原本都是自己派来监视卡伊娜活动的人，没想到却享受着比卡伊娜还好的待遇，甚至还敢烫伤公主。他此时愤怒值瞬间拉满，说着就要将女仆的胳膊砍了。可就在这时，卡伊娜像天使降临一般，轻轻拉住了他的手臂。难道卡伊娜真的要原谅女仆吗？这保护欲极强的弟弟是什么体验？对于伤害姐姐的女仆，皇子竟然要将她的双臂砍断。就在这时，卡伊娜却阻止了他。卡伊娜轻轻扶着他的肩膀，温柔地劝他不要这样。雷杰普做梦都没想到，对于伤害自己的人，姐姐都能如此善良。可他的怒火还是难消，冒犯公主就是死罪，我现在就帮你处决她。卡伊娜却表示，女仆是无心的，别就放过她吧，她就是受了点小伤，过会就好了。接着她笑着向弟弟抱怨道：“你生气的样子好可怕哦。”雷杰普这才回过神来，他刚刚吓到姐姐了，可卡伊娜却毫不在意。此时惊惶无措的雷杰普终于让他回想起当年那个弱小无助需要疼爱的弟弟，他曾经是那么需要自己呵护，即使上辈子雷杰普将他当成工具利用完之后狠心杀害，但卡伊娜还是坚信，如果他能够好好关心雷杰普，给予他无私的爱与照顾，他一定会为自己改变的。果然真的如卡伊娜所想的一样，刚刚他为卡伊娜惩罚女仆的举动，就是对姐姐特有的关心方式。解决了麻烦之后，雷杰普突然变回了时的模样，撒娇的朝卡伊娜要点心吃。看来刚刚的点心将他肚子里的馋虫勾了出来。他夸赞姐姐做的点心比御厨做的还吃100万倍。卡伊娜轻笑，就算他不拍自己马屁，他照样会做给他吃的。看着可爱俏皮的雷杰普，他忍不住用手再次触摸雷杰普的金发。雷杰普瞬间瞪大了双眸，这触电般的温暖是怎么回事？从小到大，他为了皇室立下过多少功勋，可即便是父皇都不曾对他有过任何夸赞。可此时此刻，即使再多的奖励也比不上姐姐的温柔。只要能陪在姐姐身边，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终于他彻底放下戒心，不再将姐姐当成工具，而是唯一可以信赖依靠的人。卡伊娜安抚雷杰普的消息很快就在整个皇宫传开，大家都对卡伊娜赞不绝口，唯独雷杰普的谋士十分担心。他之所以待在雷杰普身边，就是觉得自己能驾驭这头暴怒的公牛。可卡伊娜的转变却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他决定从此要更加提防卡伊娜。让卡伊娜没想到的是，消息同时传到了父皇耳朵里，卡伊娜正好借此机会获得了父皇的绝对信任。曾经傲慢恶毒的公主居然会原谅烫伤她的女仆，她凭借这件事不仅彻底收服了暴躁的弟弟，更让她的父皇极为震惊。父皇得知卡伊娜受伤后，关切地询问她好些了吗？卡伊娜告诉父皇自己好多了，多亏了雷杰普帮她上药。皇帝很满意她摆平了麻烦的弟弟，却指责她过于善良，处理一个普通贵族出身的女仆，这也是维持公主权威必要的选择。可卡伊娜却说，女仆也不是故意的。其实卡伊娜心里明白，这也是父皇对她的试探。如果她真的将女仆处决，那反而会让父皇不高兴。父皇告诉卡伊娜，一个好的下属能帮你处理很多事情。原本卡伊娜就想换掉那些监视自己的女仆，正好父皇主动说到这件事，卡伊娜趁机提出请求，这不会引起父皇的怀疑。她以自己的首饰衣服太过陈旧，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希望找几个熟悉首都时尚的女仆过来帮自己处理日常的工作。他就是要在父皇面前营造一个傻白甜的公主形象，这样才能让权力控的父皇觉得他没有威胁，反倒更加喜欢这个女儿。突然，身旁的总管提出，卡伊娜的成人礼快到了，可身旁连个年长的女伴也没有。父皇听后有些愧疚，身为父亲竟然连这么重要的事都忽略了。于是他询问卡伊娜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卡伊娜心中的人选自然是母亲的发小，同时还是她的奶妈科洛，但她决定以退为进，借口说可能没人愿意当她的女伴，更何况随便找的人又不知根底。父皇见此主动提出将曾经赶出皇宫的科洛找来，这样就能很好的帮卡伊操持生活。这大概是卡伊娜最开心的时刻。自从母亲离开后，皇宫里唯一悉心照顾她的人就只有科洛一人了。这次能够重逢，卡伊娜是打心眼里开心。处理完这些事后，他就起身离开了皇帝的房间，谁知刚走出大门，迎面就碰到了让他头疼的男人基德雷公爵。本以为他是来求见皇帝的，谁知就算卡伊娜拒绝了他5次，他竟然为了见到卡伊娜，不惜来皇帝门口堵他。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基德雷为了感谢上次的奶茶，竟然从拍卖行买到了天价的红茶，据说就连皇帝都不是轻易能喝到的。那么问题来了，眼前这个男人到底有何目的？卡伊娜究竟又该怎么应对呢？卡伊娜没想到被他拒绝了多次的基德雷公爵居然会闯入皇宫和他见面，一上来就送来了天价的礼物。可卡伊娜的态度却让基德雷直接崩溃。卡伊娜礼貌地轻笑道，感谢你送给我的谢礼，看来我对你的帮助很有用啊，不如我们一起去散个步。基德雷握着卡伊娜的手腕，表示自己十分荣幸。可卡伊娜抽回了手，暗示他们不需要过分亲近。来到花园后，卡伊娜调侃地说着，基德雷不怕又被卡伊娜纠缠吗？基德雷尴尬地表示，他相信公主不会这么做的。卡伊娜十分满意他的回答，看来之前对基德雷的帮助很有用，他很高兴帮基德雷选的结婚对象得到了基德雷的肯定。不久后，那些备胎家族都会没落，唯一会被选中的就是奥利维亚，可他不久后也会到皇宫里成为卡伊娜的女仆。基德雷家族与皇族一贯不和，也不再会资助奥利维亚，这样一来，基德雷的所有结婚对象都会落选。到那时，基德雷的母亲想用婚姻控制他，就无法再实现了，这样基德雷也能暂时摆脱麻烦。卡伊娜的一番分析让基德雷大为震惊，他没想到竟然都被卡伊娜预料到了。他鼓起勇气问卡伊娜为何要这么努力的帮他，还主动撮合他和奥利维亚见面。卡伊娜应该很讨厌奥利维亚才对，谁知卡伊娜淡淡的说，曾经的那些怨恨嫉妒都过去了，甚至爱情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基德雷瞪大了双眼，他实在没想到卡伊娜会有这样的反应。更让他震惊的是，卡伊娜居然主动为之前的事大方的向他道歉。卡伊娜甚至还以公主的名义起誓，以后绝不会再对他做有任何无理的举动。基德雷瞬间惊讶无比，他实在搞不懂卡伊娜到底有什么目的，为这种事发誓又想得到什么呢？卡伊娜无比真诚地告诉他，自己这么做只想得到基德雷的信任。基德雷愣住了，仅此而已吗？卡伊娜接着补充道，他之前告诉基德雷那些情报，只是向他证明自己是个厉害的谋略家，这就是卡伊娜的手腕。但基德雷不是个傻子，他立刻明白过来，他明白卡伊娜需要他，同时也是在测试他是否值得卡伊娜信任。可基德雷还是搞不懂，卡伊娜大费周章地搞这些事情，难道仅仅是为了帮雷杰普当上皇帝？没能想到前世的巫毒舔狗公主居然会在爱人面前变得如此的光彩夺目。她仅仅用了小小的手段，让男人反过来疯狂舔她。面对卡伊娜的突然转变，基德雷不断的猜测她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刚开始他以为卡伊娜是为了帮弟弟登上皇位，可他马上否定了看法。与其选择与皇家不和的基德雷家族，不如联合其他的家族，更有可能帮雷杰普登上皇位。更何况他们姐弟俩向来不和。卡伊娜在这个时候抛出橄榄枝，如果是以前的雷杰普，肯定会当面臭骂这个女人。可现在不同了，看着现在如同卡伊娜如同天使般的面孔，加上她那掌控一切的气场，雷杰普俯身鞠躬，他愿意相信卡伊娜，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卡伊娜满意的笑了，他提出赶紧离开这里，要是传出绯闻可就不好了。谁知就在转身的瞬间，他脚下一滑，竟然摔倒了。雷杰普眼疾手快，将他牢牢地抱在怀里，再次与雷杰普脸贴脸的接触。即便冷静如冰的卡伊娜内心瞬间澎湃不已，脸上瞬间出现了害羞的红晕，但他还是赶紧推开了对方。他尴尬地解释自己没事，内心却为刚刚的失误懊悔不已。雷杰普有着偏执的精神洁癖，最讨厌别人接触他的身体。卡伊娜努力了这么久，好不容易获得了他的信任，如果因为这事前功尽弃，他催促着快点离开这里。可雷杰普却愣在了原地，他似乎察觉到从一开始卡伊娜就在回避和他接触，他精神洁癖的秘密只有自己知道。难道卡伊娜一开始就在隐藏自己？卡伊娜给他的感觉就好像活了几辈子的人精。可这个想法一出，他立刻否决了，怎会有如此荒唐的事情呢？于是他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他看到由于道路不平，卡伊娜穿高跟鞋很容易摔倒，基德雷动了恻隐之心，他主动牵着卡伊娜的手，表示请他忍耐到这段路结束。卡伊娜错愕了，会不舒服的应该是基德雷才对啊，他这是怎么了？就这样俩人牵着手走到了入口处，
可是当女仆出现时，他们俩刻意保持了距离，但这个距离也太夸张了。之前一起去花园的时候，俩人还显得挺亲密的。谁知就在这时，卡伊娜竟然对他下了逐客令。基德雷原本想陪他一整天的，可是眼见卡伊娜要赶走他时，基德雷的脸上却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谁能想到，前世在公爵面前如同舔狗的公主，如今竟然连续5次拒绝了对方，而公爵竟然变成了迷弟，不仅在公主面前单膝下跪，还亲吻了她的手掌。基德雷特意推掉了很多事，只希望能好好和卡伊娜待一整天。谁知卡伊娜却突然下了逐客令，尽管他还想坚持，但卡伊娜却让他不必勉强，还说下次再邀请他过来。基德雷听后笑了，他表示很期待公主的要求，紧接着竟然在卡伊娜面前单膝跪地，轻轻地挽着卡伊娜的手。卡伊娜十分尴尬地想拒绝，但基德雷却说这是他的荣幸，随后吻在了他的手上。对基德雷来说，能够用双唇触碰卡伊娜的皮肤，就是他最大的荣幸了。基德雷心里很纳闷，难道是因为公主不舔他了，才让他对卡伊娜的神秘产生了好奇？只是他真没想到，公主竟是如此坚韧的人。不管如何，现在的卡伊娜举手投足简都深深吸引了他。随后他起身向卡伊娜告辞，谁知这时雷杰普突然来到了房间，他语气傲慢地开口道：“皇姐，我找了你很久。”随后瞥了眼旁边的基德雷，轻蔑地打了个招呼。基德雷礼貌地向皇子行礼。雷杰普说自己是来找卡伊娜喝茶的，但卡伊娜明显感觉到雷杰普是听说基德雷来了，故意过来找基德雷碰面的。雷杰普虽然得到了号称粮仓的梅文斯侯爵的支持，可是他的竞争对手海里因却拥有多个军事家族的支持。雷杰普想当上皇帝，必须得到基德雷的支持，因为基德雷家族拥有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即便海里因全部兵力加起来都无法与基德雷家族抗衡。但卡伊娜却不能让雷杰普如愿，如果他们两人联合，基德雷就不会帮助他离开皇宫了。所以卡伊娜赶忙解释道，基德雷公爵正准备离开，雷杰普也法趁机和他沟通。当基德雷准备离开时，看着雷杰普撸着卡伊娜的场景，内心忍不住翻起惊涛骇浪。另一边，卡伊娜内心还在盘算着一步大棋，她只差一步就可以让周围卧底的女仆们彻底连根拔除。这个公主简直疯了，竟然主动吃下致命的食物。随着她晕倒的同时，她就知道自己的计划要成功了。最近为了给卡伊娜举行成人礼，皇帝给她安排了很大的财力支持，可是卡伊娜偏偏按兵不动，她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让女仆们预谋做坏事的机会。终于这天机会来了，女仆们送来了曲奇给卡伊娜当点心。贝拉接过点心后，正准备给卡伊娜时，突然惊恐无比，这可是坚果曲奇，他们难道不知道卡伊娜对坚果曲奇过敏吗？他本想去帮卡伊娜换掉，可卡伊娜却笑着阻止他，表示自己吃这个就挺好。贝拉还想阻止他，但卡伊娜却淡定地拿起一块，她知道自己只要吃下坚果曲奇就会休克晕倒，但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贝拉直接懵，公主这是在玩命吗？不过在她吃下之前，她同时吩咐贝拉去给雷杰普送去茶点，还要让他装作不知道茶点里面有坚果曲奇。很快卡伊娜吃下曲奇后晕倒，安妮及时通知了御医，还将这件事报给了皇帝。雷杰普得知后，立刻冲到了卡伊娜的房间。在经过御医的救治后，卡伊娜总算脱离了危险，但雷杰普直接拔出了宝剑，对着那些女仆开始发飙。不管他们是有心还是无意，让卡伊娜吃坚果，他们就已经是死罪了。曾经卡伊娜的母亲就是被人用坚果害死的，他们也想害死卡伊娜吗？在雷杰普的逼问下，终于有女仆说出了真相。原来这次的始作俑者又是莉迪亚，就是之前害卡伊娜被烫伤的女仆。她虽然是本曼家族的人，但雷杰普也不会再留情面。当他准备下手诛杀莉迪亚时，皇帝突然驾到，雷杰普只好扔掉宝剑，乖乖地跪在了皇帝面前行礼。他当即下令将所有女仆进行鞭打，然后将他们全部赶出去，永远不得进入都城，同时还提拔贝拉为总管。卡伊娜的计划成功了，可这时皇帝瞥见了一旁的雷杰普，瞬间联想到卡伊娜最近的悲惨遭遇。虽然卡伊娜命大都挺了过来，但他深知雷杰普才是幕后的操盘手，所以他下令雷杰普闭门思过，在认识到自己错误前绝不允许出来。这就意味着只要皇帝没有消气，雷杰普永远别想出来了。当贝拉来到公主房间时，却发现卡伊娜居然笑盈盈地看着他，他这才明白一切都是卡伊娜设计好的，只不过这只是卡伊娜计划的开始，下一步他可要在皇帝面前好好的为雷杰普求情。亲弟弟竟然下毒谋害姐姐，当他被皇帝禁足后，姐姐竟然连跪3个时辰为他求情。你以为公主是个傻白甜吗？她可是帝国第一谋略家，就连皇帝都在她的算计之内。自从雷杰普被禁足后，卡伊娜就开始安慰贝拉。她知道贝拉曾是雷杰普的人，但卡伊娜表示贝拉效忠于他，并不是对雷杰普的背叛，反而是另一种尽忠方式。雷杰普平时太意气用事，没有卡伊娜的帮助，他绝对无法当上皇帝，更不会授予贝拉爵位。贝拉的妹妹们即将被家族嫁给丑陋的贵族，贝拉只有获得爵位，才可以将妹妹们救出苦海，而这一切贝拉全都可以给他。而卡伊娜之所以选择他，
也是看出他们之间有相似的经历，所以更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贝拉听后痛哭流涕，发誓一定会誓死效忠卡伊娜。收获了卡伊娜的效忠，贝拉立刻换上了最朴素的裙子，她要开始下一步计划了。她来到了皇帝的门前，连续跪了6个小时。她来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她那个不成器弟弟求情。来这里求情的不止她一人，还有支持雷杰普的贵族们。可是他们的出现反而让皇帝越发的厌恶，就是因为雷杰普的暴力性格，害得卡伊娜吃了太多的苦。虽然贵族集体求情让皇帝感到压力很大，但他们这样做反倒让皇权受到了挑衅。正当他要下令严惩雷杰普，可就在这时，总管突然冲了进来，说卡伊娜突然晕倒了。虽然雷杰普的军师察觉到了此次事件的不同寻常，甚至推测出公主吃曲奇中毒也是他自导自演的，不过当下的情况还是得先救出雷杰普才行。于是他带领贵族们再次向皇帝恳求，看在卡伊娜为雷杰普求情都已经昏倒的份上，希望对他从轻发落。皇帝终于松口了，将雷杰普的禁足时间改为了10天。不过卡伊娜的昏倒当然也是在演戏罢了。他告诉贝拉，刚刚的一切都是皇帝对他的考验。对于雷杰普而言，无限期禁足就代表废除继承权，但以皇帝的性格，真要废了雷杰普，会直接下达明确的命令。他这么做是为了考验卡伊娜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正当他们说话时，总管突然带来了皇帝的圣旨，卡伊娜将从此走上开挂的人生。傻白甜公主秒变心机女，借着陷害弟弟的机会，成功获得帝国最高的权力。可这仅仅只是开始，她将用自己的美貌征服一切。就在刚刚，卡伊娜用精湛的演技成功打动了皇帝父亲。皇帝特地下令，从今天开始，由卡伊娜代替弟弟雷杰普管理皇宫内的宫女。她开心地接过了代表权力的钥匙，眼眸闪动出意味深长的神色。这把钥匙一直是由历代皇后掌管的，她将钥匙紧紧握在手中。这一刻，她彻底摆脱了提线木偶的称号，但她还要拥有的更多。接下来，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奥利维亚提拔为自己的贴身侍女。之前基德雷家族拒绝将奥利维亚进宫的命令，他们不想让奥利维亚成为雷杰普手下的人。不过现在不同了，卡伊娜的命令直接代表了皇帝。其次，在基德雷家族看来，卡伊娜并不是雷杰普阵营的人，奥利维亚是小说的女主，只要掌握了她，就成为了卡伊娜最强力的王牌。除了这件事以外，卡伊娜还准备趁着雷杰普禁足的10天里，去他那里搞点挑拨离间的事。虽然行为有些不耻，但一旦成功了，他将获得更大的权力。于是他来到了皇子府，用十分可怜的表情说道：“我特别担心雷杰普，可以见他一面吗？”面对宛如天使般的公主，骑士们瞬间惊得羞红了脸颊，他们尴尬地表示不可以，但私下却在交头接耳：“公主来见弟弟怎么了？你看公主多可怜啊！”旁边的军师杰诺一脸黑线的吐槽：“这帮家伙被公主简单的撒娇就能轻易征服了。”他真是替雷杰普感到惋惜。公主看到杰诺过来了，主动向杰诺道歉，都怪自己太担心雷杰普，这才冒昧冲撞了大家。杰诺表面笑着解释说雷杰普一切都好，其实内心在怒骂公主厚脸皮，明明是他害得雷杰普被禁足，居然还跑过来猫哭耗子。卡伊娜失落地表示他给大家添麻烦了。骑士们看到公主伤心了，纷纷对她投来了死亡凝视。他对这些家伙彻底无语了。就在这时，卡伊娜主动提出希望他能护送自己回公主府。他虽然心里讨厌卡伊娜，但碍于面子只好答应。谁知回去的路上，卡伊娜竟然提出让他当驸马。杰诺直接愣在了原地。你敢相信吗？这个曾经被男人玩弄的公主，如果却登上帝国权力的中心，甚至还用自己的美貌将那些男人变成她的玩物。卡伊娜邀请杰诺送她回去，路上问起了雷杰普的情况。杰诺微笑着表示都挺好的。其实呢，雷杰普不仅没有情绪低落，他现在暴躁的跟哈士奇一样，每天能把宫殿拆毁2、3次。他再次向杰诺道歉，都是因为他的原因才会害得雷杰普受牵连。杰诺表面安慰他没事的，实则内心十分鄙视卡伊娜。不过他还是好奇地问了句：“卡伊娜想让谁进来当侍女呢？”卡伊娜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人选就是杰诺的妹妹茱莉亚。杰诺瞬间惊得说不出话来。如果妹妹能进宫来，那说不定就能和雷杰普结婚，那可是未来的皇后啊。不过卡伊娜有这么好心吗？卡伊娜没给他太多时间惊讶，随即问道：“杰诺是不是还单身呢？是因为眼光太高吗？”杰诺尴尬地表示，他这一大把年纪了，早就过了谈情说爱的时候了。谁知卡伊娜却问他愿意成为她的丈夫吗？杰诺听后瞬间瞪大了双眼。如果是以前那个傻白甜公主，他是一点都没兴趣的。可现在的卡伊娜变了，她足智多谋，十分聪明，能和杰诺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如果他们结婚了，他就没必要在雷杰普面前卑躬屈膝。于是他果断单膝跪地，轻轻地亲吻了卡伊娜的手，表示他当然愿意。他自信地以为这场政治婚姻游戏最后的赢家一定会是他，可他做梦都想不到，他已经中了卡伊娜的美人计，不久后就会引火自焚。办完这件事后，卡伊娜还需要尽快凑集自己的4大女仆充实力量。贝拉相当于侍女们的政治主任，安妮是外交部长，杰诺的妹妹茱莉亚负责管理服装。至于最关键的财政，卡伊娜选择了苏珊。虽说这女孩的性格暴躁，又是出了名的毒舌，就连卡伊娜都没自信能控制她。谁让她是奥利维亚的闺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将奥利维亚变成她的心腹。不过卡伊娜目前最期盼的就是能让曾经的乳母科洛回来。如今雷杰普失去了权力，正是他将科洛调回来的好机会，也只有在他面前，卡伊娜才能完全放开枷锁。
重新沐浴在母爱的光辉下。前世被无数男人玩弄的公主，重生后却将他们踩在脚下，成为帝国最有权势的女人。然而当她见到了那个男人，无数的噩梦再次出现在了脑海之中。卡伊娜给科洛阿姨写完信后，兴致勃勃地来图书馆散步，没想到却引来无数的少男挤破头了想一睹公主美丽的容颜。卡伊娜不喜欢这么高调的生活，于是离开了图书馆，欣赏着花园美丽的景色。突然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她清晰地感觉到那仿佛来自地狱般的呼唤。卡伊娜，真是好久不见了。卡伊娜被吓得全身颤抖，果然那个恶魔又出现了吗？当她看到对方的面孔后，被吓得连连后退。伯顿子爵上辈子被雷杰普利用完后，就将他狠心的扔给了伯顿。卡伊娜每天被他打得遍体鳞伤，卡伊娜无数次的向雷杰普求救，可始终没有回应，最后无情的将他杀害。此时的卡伊娜不断安慰自己，他现在不过是个杂碎，绝不敢囚禁卡伊娜。他装作若无其事的和对方打招呼，我们之前还一起跳过舞呢。伯顿立刻兴奋了起来，但卡伊娜不会给他机会，随即补充道，说自己只是出于礼貌才和他打招呼的。可伯顿这样的变态怎会轻易放过卡伊娜呢？他不断朝卡伊娜逼近，嘴里还说着曾经和卡伊娜跳舞时他的音容笑貌，直到此时他都挥之不去的。他甚至还抓住了卡伊娜的身体，不断的摇晃着。他自信的认为卡伊娜一定也喜欢他。卡伊娜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就在这危急关头，基德雷突然抓住了伯顿的手臂，一把将其甩开。看到卡伊娜颤抖的身体，他暴怒地质问对方，是准备找死吗？伯顿赶忙配笑着说自己只是想护送公主而已。说罢还紧紧地盯着卡伊娜。由于对伯顿有很大的心理阴影，卡伊娜不敢揭露他丑恶的嘴脸，只好撒谎说他刚刚晕倒，伯顿过来搀扶他而已。伯顿看奸计得逞，一脸邪笑的告辞了。他的嘴脸让卡伊娜又生出一身冷汗。待他走后，卡伊娜算是松了口气，他赶忙向基德雷道谢，每次遇到危险都要麻烦他。可就在这时，他才意识到不对，赶忙推开了基德雷。天呐，不知不觉俩人又抱在了一起。当他询问基德雷怎么来这里时，基德雷无奈地表示他只是来这里碰碰运气，看能不能见到卡伊娜。谁让卡伊娜已经拒绝他10次了。谁能想到，面对被自己拒绝了10次的男人，公主再次投入了他的怀抱。与曾经虐杀自己的变态相比，眼前的基德雷可能才是他最忠诚的依靠。对于伯顿的突然出现，让卡伊娜明白自己永远无法彻底掌控命运。基德雷的多次恰巧出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于是他大方地询问对方是不是有很多东西要问他。基德雷点头承认，可是当他看到卡伊娜颤抖的身体、面无血色的脸颊，他表示今天还是算了，现在的卡伊娜需要马上休息。随即他向卡伊娜行礼，希望下次卡伊娜能请他喝茶。卡伊娜本来还有点犹豫，可是基德雷却无比委屈地说，你已经拒绝我那么多次了，这次不会再拒绝了吧？卡伊娜被瞬间扎心，见卡伊娜没有拒绝，基德雷接着提醒她，上次的奶茶让她毕生难忘，可是怎么都学不会，希望下次还能喝到。看到基德雷害羞的模样，卡伊娜被瞬间逗乐，微笑着表示下次一定做出最好的奶茶。回到家后的基德雷一直在注视着自己的双手，他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每次与卡伊娜亲密接触，他都没有产生任何排异反应？难道说自己已经痊愈了？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于是他叫来了护卫，握住自己的手。在只有2个人的房间里，护卫也是尴尬的接受了这样的命令。可是他刚碰到基德雷的双手，基德雷就像炸毛的喵星人，直接将双手撤走，还急忙赶走了护卫。基德雷明白自己没有痊愈，联想到卡伊娜被雷杰普搀扶时，也并没有表现讨厌的情绪，而他抱着卡伊娜时，同样没觉得他讨厌自己，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了。卡伊娜知道基德雷讨厌与人亲密接触，她将基德雷推开，只是为了考虑基德雷的感受。一旁的护卫看到基德雷的反应，还以为他和卡伊娜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谁知基德雷突然向手下打听关于伯顿的情况。手下告诉他，伯顿是子爵家的长子，2月前与卡伊娜跳过舞，竟然解除了与别人的婚约，他已经对卡伊娜爱得无法自拔。可是这个人十分花心，身边总是有5、6个女人。基德雷更好奇了，即便这家伙很放荡，也不至于让卡伊娜如此畏惧吧。基德雷让手下去调查更多的信息。自从看到卡伊娜惊恐受怕的眼神后，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好好保护她。可是另一边，卡伊娜却在盘算着如何能够将伯顿干掉。当一只冷血的猛兽脱困而出，究竟会有多可怕？恢复自由后的雷杰普突然冲到卡伊娜的面前，狠狠地掐住了她的脖子。自从雷杰普被皇帝禁足后，他就开始回想整件事的经过。原本在他被禁足后，卡伊娜得到了掌管宫女的权利，卡伊娜应该会因为过于沉重将权力转交给他才对，可卡伊娜却一直紧握权力不放，这不符合卡伊娜的个性。即便如此，她也可以接受，因为对于雷杰普而言，卡伊娜就像幽暗皇宫的一缕阳光，只要卡伊娜待在他身边，他就能够感到安心。可是卡伊娜先是勾搭他的军师，又和基德雷过分亲密，这一切的反常行为让雷杰普渐渐明白，从他被皇帝激怒到权力一点点流逝，都是卡伊娜在获得他的信任后所秘密操控的。他质问卡伊娜是不是想要摆脱自己，
卡伊娜当然不会承认。于是雷杰普根本不信，卡伊娜要的只是简单的婚姻，突然疯狂地握住卡伊娜的脖子。他不喜欢有人威胁自己的权利，对于威胁他的人，雷杰普会将对方一一除掉，哪怕是卡伊娜也一样。谁知卡伊娜却突然笑了，竟然直接让雷杰普杀了他。雷杰普直接愣住了。卡伊娜接着说道：“你可以随时夺走我的生命。”雷杰普大声地松开手，质问卡伊娜是不是疯了。卡伊娜见他冷静下来了，接着说道：“我并没有背叛你，你是皇子，不能掌管宫女的事务，这只是皇帝不想给你实权而故意使用的障眼法。”雷杰普瞬间被他的话所吸引，忍不住问道：“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个机会，对吗？”卡伊娜肯定地表示：“绝对是最好的机会。”紧接着，他轻轻抚摸雷杰普的脸颊，提醒他不要忘记，卡伊娜说过会帮他登上皇位。雷杰普想拥有新的权利，卡伊娜一定会帮他。雷杰普不敢置信地问：“他到底会如何帮助自己呢？”卡伊娜淡定地表示，雷杰普首先要取得皇帝的原谅，如果皇帝高兴了，就问皇帝说出凯特琳的名字，这是皇帝最爱的情妇，如今正被海里因西所控制，海里因西以此获得了很大的权利，而雷杰普需要让凯特琳成为卡伊娜外公汉梅尔的养女，同时还要保护她不被海里因西等势力的伤害。可是雷杰普直接懵了，让皇帝的情妇成为死去皇后的家人，卡伊娜确定不是开玩笑吗？这个公主简直疯了，为了彻底控制弟弟，她竟然要让死去母亲的情敌成为自己家族的养女。她这么做到底又为了什么？雷杰普简直不敢相信卡伊娜会提出这种计策，他十分怀疑哈尔梅公爵根本不会接受这个决定。可是卡伊娜却让雷杰普放心，相比于得罪雷杰普，让哈尔梅家族失去黑市的财路，让凯特琳成为自己的养女，哈尔梅会获得更大的利益。紧接着雷杰普再次提出质疑，凯特琳也和皇帝生有一子，雷杰普帮助了凯特琳，万一他的孩子当上皇帝怎么办？卡伊娜听后让雷杰普放心，凯特琳很讨厌权力斗争，她不过是希望能和儿子平稳度过一生，她绝不会让儿子去竞争皇位。就算雷杰普答应，海因里希也不会让自己再多一个皇位竞争者。加上父皇最疼爱这位小儿子，这正是他们姐弟俩唯一的生存之道。雷杰普去保护凯特琳，不仅能得到父皇的认可，同时还能掌握一个重要的人质。雷杰普真的不敢相信，曾经那个自恋呆傻的姐姐，却能将局势分析得如此透彻。她身上那种运筹帷幄的掌控姿态，让雷杰普感到了畏惧。突然，他拉住了雷杰普的手，询问他：“我们的误会解除了吧？我们一起走吧。”雷杰普更加错愕。此时的卡伊娜仿佛又变回了之前体贴善良的姐姐。雷杰普有些失落，虽然误会解除了，他的怒火也全消了，但卡伊娜的聪慧却让他感到了威胁。这一刻，他开始犹豫，以后该如何对付卡伊娜。而解决了雷杰普这个麻烦后，卡伊娜要专心做下一步准备。一个对她至关重要的人来了，那就是新的女仆奥利维亚。这是奥利维亚第一次进入皇宫，在贝拉的带领下，她很快来到了公主府。让她颇感意外的是，富丽堂皇的公主府，算上她在内，居然只有4名女仆，而且还让她负责接待客人等重要职责。她的地位已经仅次于贝拉这位总管了。她实在搞不懂卡伊娜到底想干什么。随后，她在贝拉的带领下，朝着卡伊娜的房间走去。原本她的情绪还十分紧张，但四周淡淡的清香很快就让她的情绪稳定下来。很快，她就见到了身穿蓝色裙子的卡伊娜，她大方地向卡伊娜行礼，谁知却得到了卡伊娜的称赞。原本奥利维亚报道的日子是明天，能提前过来做准备，可见她很聪明得体，深得卡伊娜的喜欢。卡伊娜仔细看着眼前的女人，虽然奥利维亚无心权力斗争，但她却非常聪明伶俐，很懂得察言观色，选择她这样一位大方得体的女主做自己未来的坚实后盾。卡伊娜这买卖绝对稳赚不亏。两人正在聊天的时候，基德雷公爵却在此时登门拜访。他是帝国最冷酷的公爵，任何女人只要靠近他，就会让他全身抽搐，痛苦不堪。可唯独当他和公主拥抱、亲吻她的手掌时，却能让他无比的安心。基德雷刚刚发誓要无条件的支持和信任卡伊娜，谁知卡伊娜却告诉他自己不会把所有事都告诉基德雷。他们明面上是合作关系，但他不会和基德雷商量，要完全独立做出决定，这是为了不被别人知道自己最后的底牌是什么。他质问基德雷，即便在如此不公平的状态下，基德雷还会无条件的信任自己吗？谁知基德雷竟然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永远都会无条件的信任卡伊娜。其实就连基德雷都弄不清楚他到底为什么如此信任卡伊娜，但他会始终陪伴卡伊娜。他说着忍不住牵起了卡伊娜的手。曾经多少次他与别人接触，那种痛苦恶心的感觉折磨了他无数的岁月，可自从触碰到了卡伊娜温和的皮肤后，他仿佛彻底被治愈了。他喜欢待在卡伊娜身边，他渴望永远享受这份如沐春风的幸福感，所以他永远不会后悔的。想到这里，他又忍不住吻住了卡伊娜的手背。一瞬间，卡伊娜的心跳加速，脸颊刷得变得通红。他赶忙收回了自己的手，尴尬的谢谢基德雷的信任。为了缓解尴尬，他赶忙聊会了正事，他会尽快安排让奥利维亚和基德雷见面。对方可是个十分聪明善良的姑娘。基德雷听后突然有些失望，他忍不住问卡伊娜，为什么总在他面前提到奥利维亚？
其实，每当卡伊娜推荐奥利维亚作为基德雷的结婚对象时，他甚至会产生反感，所以他迫切的想知道卡伊娜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卡伊娜看他情绪突然这么大波动，就好奇的询问他是不是自己让基德雷感到不舒服了。谁知他刚问出这个问题，基德雷突然转身告辞了。对于卡伊娜的呼喊，他也毫不理会。他走在路上，心里不断问着自己，他这是怎么了？居然会突然觉得不舒服。其实他害羞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他这是爱上了卡伊娜。他不甘心卡伊娜将自己推到别人的怀抱。自从他和卡伊娜分开后，基德雷直接开启了疯狂寄信模式。卡伊娜看着一桌子的信，整个人都快裂开了。一旁的贝拉忍不住吐槽道：“这货不是爱上公主了吧？”卡伊娜赶忙解释：“这怎么可能嘛？”不过贝拉还是温馨的提醒，如果基德雷还继续这么疯狂写信，他们俩肯定得传出绯闻。卡伊娜捂着脸崩溃地说道：“她也想知道基德雷这是哪根筋搭错了。”其实卡伊娜没想到，自己一心帮他和奥利维亚牵红线，却让基德雷爱上了当媒婆的卡伊娜。这样下去，卡伊娜的计划可怎么实施啊？谁能想到，这位帝国最有权势的公爵大人，居然被公主的一杯奶茶征服，让他心甘情愿地爱上了公主。卡伊娜让奥利维亚暂且离去，此时还不是基德雷见他的时候。随后他换上了精美的礼服，满脸笑意地说：“基德雷大人，您来了。”基德雷礼貌地向公主行礼，轻轻地在她的玉手上亲吻。基德雷此刻充满了期待。上次卡伊娜承诺过，不仅会为他再次冲泡香甜的奶茶，更会解答他心中所有的疑问。卡伊娜淡定地表示，今天时间非常充分，他会好好为基德雷解答心中的疑问。不过还是请他先喝杯茶再说。他还特意提醒道，这是他亲手为基德雷泡制的。当基德雷触碰到茶杯时，温和的温度瞬间温暖了他冰冷的手，香气更是在他的鼻腔里肆意舞蹈。此时基德雷更加困惑了，明明他按照卡伊娜教的方法已经尝试了无数次，却总是无法做出如此美味的奶茶。难道卡伊娜是有什么魔法吗？他将疑问告诉了卡伊娜，结果卡伊娜却说是他想多了。其实基德雷做梦也没想到，这完全是爱情的魔力，让他不自觉爱上了关于卡伊娜的一切。两人寒暄过后，卡伊娜开始和他聊正题了。首先他问基德雷是否调查过他的相亲对象嘛？基德雷表示都调查过了，结果都如卡伊娜所想的一样，除了奥利安娜之外，另外两个女人要么和海因里希有瓜葛，要么就是有精神病。幸好基德雷没和他们结婚。基德雷一开始很好奇卡伊娜是如何知道这些的，不过他自从听说卡伊娜通过过敏事件成功赶走了身边的女仆，他做了这些事到底在谋划什么？面对基德雷的质疑，卡伊娜没有丝毫的慌张，反倒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如果基德雷想要知道真相，那就得和卡伊娜合作。如果基德雷答应合作，就不能再有后悔的余地。他不管基德雷想要什么，都会发誓尽全力去帮助基德雷。作为帮助的回报，基德雷也要竭尽全力的帮他。值得提醒的是，这场合作基德雷都是好处。基德雷佩服卡伊娜对未来局势的把控，更怜惜她坚强外表下的脆弱。于是他单膝跪在卡伊娜面前，亲吻她的手，并发誓他一定会竭尽全力辅佐卡伊娜，永远守护她的安全。卡伊娜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那就谢谢你了，我的合作伙伴。谁知基德雷却说，他能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困难。之前卡伊娜为了取得他的信任，已经为他付出了很多，这些基德雷都看在了眼里，所以他相信卡伊娜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这样恩怨分明的女主谁不爱呢？前一秒面对帝国第一帅哥公爵时，她还是温柔可人的美丽公主，可是在处理贪污行为时，她终于露出了恐怖的本性。卡伊娜最近都在忙于基德雷的事，一直处于疲惫的状态，于是她决定去中央厨房帮他拿一些滋补的食材。此时奥利维亚却很好奇，难道他们身为公主的贴身女仆，这点小事还要亲自跑一趟吗？贝拉听后一脸严肃地告诉他，即便在皇宫中也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上次就因为一时疏忽导致卡伊娜食物中毒。可是有两个人让贝拉十分不放心，他们就是厨师长和侍女长。自从卡伊娜掌权后，这两人总是和她作对，贝拉怀疑他们有阴谋，于是决定暗中调查他们。谁知刚走到半路就被侍女长给拦住，她大吼着严禁外部人员进入中央厨房。贝拉知道这女人就是在找茬，而她再怎么说也是公主的高级女仆，气势上绝不能输。她高调地表示自己是帮公主检查膳食，怎么能是外人呢？再加上公主之前刚刚食物中毒，所以她必须要严格检查。可贝拉还是太年轻了，女仆长直接回怼她，上次中毒是女仆的过错，和厨房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下贝拉也没法反驳了，但为了公主的安全，她还是拉着奥利维亚，让奥利维亚吸引厨师长，而她去偷偷调查厨师长的秘密。和贝拉不同的是，奥利维亚长得可爱动人，厨师长这个老色棍一见到她，立刻放下了戒心，直接上手开始调戏她。小姑娘挺漂亮啊，要不要考虑当厨师长夫人呢？我会好好疼爱你的。贝拉眼看着奥利维亚被欺负，她实在不能坐视不理，直接用怒吼将他吓住。可是这样他们俩这下彻底曝光了。厨师长知道贝拉是来调查自己的，于是准备利用这次机会好好教训他们一顿。谁知就在他举起胳膊准备狠狠地抽贝拉耳光的时候，身着黑裙子的卡伊娜霸气登场。见到公主来了，厨师长也立马怂了。卡伊娜突然笑着询问贝拉
自己有哪些不能吃的东西。贝拉先是一愣，然后说出了坚果和鱼之类的海鲜。卡伊娜听后勾起了嘴角，称赞他果然心细如尘。谁知他突然转头质问厨师长，为何今天他的饭菜中会有一盘烤鱼？她是别人眼中的傻白甜公主，可是没人会想到，在她甜美外表下却隐藏着高深的谋略和冷酷的心，甚至还成为了帝国最强的廉政先锋。就在前不久，侍女长不顾卡伊娜的命令，强行将几名女仆安排进公主府，更是将她最讨厌的鱼端上了餐桌。一向温柔的卡伊娜第一次爆发了强大的威压，几名侍女瞬间被吓走。卡伊娜心想，既然侍女长敢触碰她的底线，她就要让对方彻底毁灭。正好她得知贝拉暴露了，于是赶来为他们解围。她告诉厨师长，是自己安排贝拉过来调查的，接着还质问厨师长，是他让侍女端来的烤鱼吗？厨师长一听立马甩锅，说这些都是女仆长安排的，和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卡伊娜听后让人把女仆长叫来，同时她还要好好参观下中央厨房。根据上一世的记忆，卡伊娜知道厨师长一直在贪污，他会在账本上记录购买整矿食材，但实际上会在下层铺满石头，他好借机中饱私囊。而且这背后的操控者就是海因里希，他不仅要获得卡伊娜的情报，还要让厨师长收买女仆长，这样可以趁机监控雷杰普。谁知卡伊娜检查食材后却发现证据都被厨师长转移了，但他并不着急，因为好戏很快才会上演。很快食材供货商来了，厨师长心里暗道这下完了，每筐蔬菜下面都是石头，他赶忙让手下将商人赶走。谁知卡伊娜却说没关系，商人长途跋涉运送蔬菜太辛苦，他正好亲自接见对方表示感谢。很快卡伊娜见到了商人，他直接让对方拿收据给他看，谁知商人早就和厨师长串好口供，有人问起收据，他们就会说彼此信任，从不开收据。卡伊娜听后忍不住哈哈大笑，她的笑声让周围人都惊呆了，厨师长更是吓得冷汗直流。他质问厨师长，是把他当3岁小孩了吗？一直以来他努力保持着理性和宽容，结果让这些人蹬鼻子上脸了。别忘了卡伊娜一直都是个恶女，这点可是从来没改变的。随后他直接叫来了侍卫，将厨师长五花大绑起来，并让他们直接将蔬菜倒出来，果然发现里面都是石头。厨师长还想解释，但卡伊娜根本不听，他立刻下令将所有和厨师长有牵连的人关进监狱，务必要好好的审问。一旁的女仆长担心自己受牵连，立刻公开向卡伊娜提出反对意见。她自以为可以吓住卡伊娜，谁知卡伊娜的一句话让她瞬间吓得跪倒在地。他是帝国最帅气的皇子，不仅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有个非常爱他的姐姐，可是他却是个十足的变态。他不允许任何人得到姐姐，要让姐姐永远只属于他一个人。之前卡伊娜经过劝说，让雷杰普改变了政治策略，要对凯特琳母子进行保护，还要保举凯特琳成为哈尔梅伯爵的养女。一旁的军师听到后直接懵了，他极力阻止雷杰普，警告他，如果凯特琳成为伯爵的养女后，下一步就会成为皇后，而他的儿子就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每次雷杰普听到正统继承人后，就会变得非常暴躁，谁让他只是皇帝的私生子，这就像个精神枷锁，每天都折磨得他痛苦不堪。他一把将手中的书怒砸在军师的脸上，并将这家伙赶出大门，咆哮着表示他一定会继承皇位的，因为他还有皇姐卡伊娜的支持呢。待军师走后，雷杰普突然想到，当初他问过卡伊娜到底想要什么，卡伊娜表示自己想要自由，可即便这一点简单的要求，雷杰普也绝对不会答应。他立刻吩咐手下将卡伊娜的画像分发到全国各地，哪怕是大街小巷的乞丐，都要保证他们能认出卡伊娜。安排好这些后，他满意的笑了，心想自己会永远的控制着卡伊娜，哪怕他离开人世，也要将他的灵魂禁锢在身边。但雷杰普做梦也没想到，卡伊娜的动作也很快。手下告诉他，卡伊娜正在惩治宫中各部门违法人员，就连雷杰普安插的厨师长和女仆长都被卡伊娜给撤职查办了。雷杰普瞬间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难道卡伊娜是在铲除他的势力？不仅如此，卡伊娜受到皇帝的准许，要将乳母科洛召回，这样一来，科洛一定会接替女仆长的位置，那雷杰普想要接近卡伊娜就会更加的困难。于是他立刻派出杀手将科诺灭口，这样一来就能消除隐患了。另一边，卡伊娜今天又精心挑选了2位女仆，一个是自恋到爆棚的茱莉亚，她是雷杰普军师杰诺的妹妹，另一位是高冷孤傲的苏珊。她们2个性格迥异，势同水火，尤其是那个茱莉亚，简直是个超级大花痴。她愿意来当侍女，居然是为了来首都钓帅哥，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基德雷公爵给推倒。看到这2个问题儿童，贝拉整个人都快裂开了，她甚至都怀疑公主是不是哪根筋搭错了，才会找这2个奇葩来当侍女。可没想到，他们见到卡伊娜后，茱莉亚瞬间被公主的美貌所征服，她自以为是帝国的顶级美女，可是看到如同天使般的卡伊娜后，瞬间感觉自己是个草根。这个女人有多大胆，居然敢当众顶撞帝国的公主，还指责公主不会做事。可是她这次惹错了人。卡伊娜看着侍女长戴着的华贵首饰，冷笑着嘲讽道，你还真是很愚蠢呐，居然带着叛贼的东西，准备好怎么死了吗？侍女长瞬间惊恐万分，她做梦都没想到，就因为自己的一时贪心，居然将侵略帝国的马德雷娜王室的耳环戴在了自己的耳朵上。还没等她做出反应，
卡伊娜嘲讽道：“小小的叛贼，还敢在皇宫里明目张胆的溜达，立刻逮捕造反之人。”侍女常惶恐不安地辩解道：“自己不是叛贼，她一直对帝国忠心耿耿。”公主冷冷地表示：“既然她说自己冤枉的话，那就将女仆长和她的家族一起逮捕，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冤屈。”就这样，卡伊娜不费吹灰之力，一举铲除了厨师长和女仆长2个绊脚石。这样，在皇宫里，她就能放开手脚行动了。再回到公主府后，贝拉2人立刻跪下请求她的责罚。今天都怪他们莽撞行事，差点让厨师长抓到把柄。卡伊娜听后淡淡的说：“他们的观察力的确不错，但今天做事确实太莽撞了。卡伊娜毕竟是他们的女主人，有什么行动第一时间也要告诉她。最重要的是，卡伊娜不想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说罢，她还给了2人大大的拥抱，这可把他们感动坏了。贝拉甚至还给感动哭了。随后，卡伊娜询问贝拉，皇帝对卡伊娜的处理方式如何评价。贝拉告诉卡伊娜，皇帝只是让贝拉好好辅佐卡伊娜。这话让贝拉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卡伊娜听后倒颇为开心。他此举不仅抓到了坏人，还守护了国家的财产。皇帝那话是支持他的行动，这样就不用担心贵族的不满。但如何应对雷杰普的刁难，他要好好想想对策。不过更让他担心的就是隐藏在女仆长背后的人。从女仆长的大量罪证来看，一直默默操控他的人就是太上皇的私生子海因里希。虽然铲除了厨师长和女仆长，但海因里希肯定在皇宫里，还安排了很多其他的卧底。一想到海因里希阴狠的样子，卡伊娜就免不了头疼起来。可是让卡伊娜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自己精心挑选的女仆居然是基德雷的密探。趁着月色，他秘密见了基德雷。原本基德雷是为了以防万一才在公主府安插眼线的，没想到卡伊娜动作越来越大，他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关乎卡伊娜的密报。密探将最近发生的事告诉了基德雷。即便今天卡伊娜处决了厨师长，这些事在基德雷眼中也不过是普通的小事。可是当基德雷再次听说卡伊娜还在想着将他和奥利维亚撮合在一起时，基德雷突然暴怒地要求住手，尽快安排基德雷和卡伊娜偶遇的机会。谁能想到，帝国最聪明的公主居然选择了帝国最大的花瓶女孩成为自己的贴身侍女。难道公主疯了要放弃治疗了？茱莉亚2人在贝拉的带领下前来向卡伊娜请安。这是2人第一次见到公主。苏珊脸上没有丝毫的波澜，可是普信女茱莉亚直接惊了。她自诩为帝国第一美人，可是见到卡伊娜的绝世容颜后直接跪了。卡伊娜知道梅文斯家族最近很忙，感谢茱莉亚能过来当侍女。茱莉亚听后很是尴尬，她可是家族的小公举，脏活累活都让那些哥哥去干了。随后卡伊娜又和苏珊打了招呼，她希望苏珊的父亲能来参加自己的成人礼。可是面对公主的盛情邀请，苏珊依旧摆着扑克脸，表示自己会写信告诉父亲。随后卡伊娜告诉他们，今天就先休息一天，熟悉下王宫里的情况，之后会有普通侍女告诉他们在公主府所负责的工作。从公主的房间出来后，茱莉亚感到无比的失望。她原本以为自己来到皇宫是穿着漂亮的礼服去参加各种宴会认识帅哥的，可是刚来第一天，这梦想就破灭了。不仅被公主的颜值深深打击，还真要去伺候公主。就在她崩溃的时候，一名宫女突然出现。她先是对茱莉亚吹了一波彩虹屁，随即开始讲解茱莉亚的职责。她今后要负责管理公主的膳食和茶点，甚至连吃什么药也要操心。这下茱莉亚更绝望了。她可是个十足的傻白甜，连胡萝卜和黄瓜都区分不清，确定不会让卡伊娜吃坏肚子吗？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同样是贴身的高等侍女，贝拉他们就能负责珠宝和礼服。茱莉亚为啥就这么命？她弱弱地询问宫女，如果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宫女让她立刻打消这荒唐的想法，让茱莉亚进宫当侍女。可是公主直接下达的命令，想要退出或者调换岗位，也得公主本人同意才行。一想到这里，茱莉亚瞬间吓得瑟瑟发抖。宫女还想向她解释，这可是最重要的岗位。可此时的茱莉亚早就吓得魂魄离体，根本听不进宫女的任何话了。其实宫女做梦也想不到，茱莉亚一开始的计划是和首都的帅哥来一场美丽的邂逅。她的目标早就选中了基德雷公爵和皇子雷杰普2人。原本她还在纠结，到底该选比自己小的雷杰普，还是男人味十足的基德雷。结果这下美梦彻底破裂了。另一边，卡伊娜这边也遇到了麻烦。基德雷突然来了一封信，卡伊娜做梦也没想到，基德雷为了能和他见一面，竟然要为卡伊娜建一栋大楼。他是帝国最毫无人性的公爵，为了能见公主一面，他居然要在公主的成人礼时将一整栋大楼送给她。卡伊娜刚刚收到皇家学院的一封信，打开一个直接惊了。信里面说，为了庆祝卡伊娜的成人礼，基德雷要在皇家学院建一栋大楼，于是要和卡伊娜商量下大楼的建造等相关事宜。卡伊娜心想，这小子怕不是有病吧？就为了和他见一面，一言不合就建大楼，就算是骨灰级的直男也想不到这么奇葩的招吧。但这么好的机会，卡伊娜怎会轻易放过呢？他决定让奥利维亚和基德雷正式见面，于是他让贝拉去做奥利维亚的思想工作。贝拉告诉奥利维亚，最近公主有位贵宾要来，正是考验奥利维亚能力的时刻，所以这次接待工作就交给他了。奥利维亚有些好奇，到底是哪位大人物啊？贝拉淡淡的说，是基德雷公爵大人。他听后整个人瞬间裂开，刚刚父亲的信中还在对他没能和基德雷结婚而遗憾，奥利维亚反倒觉得轻松了，自己能来皇宫反倒是一种幸福。
谁知又要和基德雷见面。思考了许久之后，他决定去接见基德雷，但在此之前，他要和卡伊娜见一面。随后他来面见卡伊娜，他向卡伊娜坦白自己的能力确实不行，担心会在接待基德雷时出现错误，让卡伊娜丢脸。卡伊娜听后微笑着说：“奥利维亚聪明伶俐，一定不会搞砸的。”见此情况，奥利维亚只好说出心里话，自己和基德雷的婚事刚刚取消，他现在又去面见基德雷，被传出去了，实在说不过去啊。见此情况，卡伊娜只好和他把话说开了。之前为了让奥利维亚成为他的侍女，导致奥利维亚取消了与基德雷的婚事。卡伊娜向他坦白，之前自己的确喜欢过基德雷，因此羞辱过奥利维亚。他向奥利维亚真诚的道歉，甚至还向他深深的鞠了一躬。奥利维亚被深深的感动了，赶忙紧握着卡伊娜的双手，他让卡伊娜不要这样。那件事他根本没放在心上。卡伊娜痴痴的看着他，其实自己并不是为这件事而向奥利维亚道歉。潜意识的卡伊娜十分嫉妒奥利维亚，他因此遭到卡伊娜的各种报复。而在原著小说中，奥利维亚才是真正的女主角。复活后的卡伊娜不断努力，要将奥利维亚和基德雷撮合在一起。在卡伊娜的一番开导之后，奥利维亚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包袱，决定坦然的和基德雷见面，并保证绝不会给公主府丢脸的。可是让他没有想到，他和基德雷第一次约会是他人生中最尴尬的一件事。谁能想到外人面前高冷帅气的基德雷大人，见到老婆也会秒变小奶狗。餐桌边，基德雷正在品茶，这浓郁的口感甚合我意。不过准备茶点的奥利维亚并不知道他喜欢浓茶，一定是公主卡伊娜特意告诉他的。此时奥利维亚就坐在餐桌一边，基德雷看着眼前拥有秀美长发绿色瞳孔的女人，内心却有些忧郁。卡伊娜说的话是真心吗？她居然希望自己和奥利维亚在一起，这个女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明明一面在讨好自己，一面又要把她推给别的女人。基德雷正在思考老婆为什么不爱我，丝毫没有察觉茶会上的冷场。奥利维亚决定说点什么打破沉默好了，然而一连找了3个话题，基德雷都冷淡回应，简短的语气词迅速终结了话题，丝毫没意识到场上气氛的尴尬。奥利维亚无语了，这个男人就是大家口中的绅士吗？如此敷衍的做派，公主怎么会对这种人如此上心？说曹操，曹操到。卡伊娜来了，金色的长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水蓝色的瞳孔就如蓝宝石般剔透。等候已久的基德雷迅速起身，一脸激动地看着卡伊娜。卡伊娜有点没懂这是咋了，就见基德雷已经走了过来，他这才发现今天的基德雷和平日不太一样，利落的刘海被放下来，衣服也比平日更加靓丽。见卡伊娜盯着他看，基德雷有点害羞，我今天的样子不合适吗？卡伊娜闻言立刻否定，超级合适，她很喜欢。基德雷很高兴，立刻蹲下想要做吻手礼表示感谢。然而公主突然发现自己居然忘带手套了，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没想到基德雷只是愣了一下，说道没关系，就亲了下去。一旁的侍卫激动雀跃，我磕到了。然而卡伊娜不知道他们主仆的小心思，这是在干什么？难道自己不小心得罪了他吗？没等卡伊娜想清楚，一旁奥利维亚就要告退。卡伊娜想叫住他，这场茶会可是为他们这对官配准备的啊！就听基德雷冷淡表示那下次再见了。看着两人之间莫名不和的氛围，卡伊娜有点疑惑，还以为让他们单独相处就能自然产生感情，自己还是想得太简单了。两人随即坐下聊天，卡伊娜提起基德雷送给自己的礼物，以卡伊娜命名的移动学院大楼。基德雷闻言表示他也不知道送什么好，这个礼物或许不完美，但希望卡伊娜能喜欢。卡伊娜闻言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基德雷是第一个不送她礼服珠宝，而是送她名誉的男人，这是以前的自己绝不可能收到的礼物，代表他对自己的肯定。想着就灿然一笑，我很喜欢这个礼物，谢谢你。就见基德雷一脸小奶狗表情，真挚发问，那要不要再建一栋楼？绝对是最豪横的公爵，被公主拒绝了无数次后，他竟然砸重金给公主盖了一栋楼，更为了博得公主一笑，他居然还要再多盖几栋楼。卡伊内对基德雷的转变很高兴，但没想到这小子也太能败家了，于是赶忙劝他冷静下来。谁知基德雷以为卡伊娜不喜欢建筑物，于是提议送他古代王国的圣物。卡伊娜赶忙让他打住，他为自己费这么多心思，已经觉得很高兴了，千万别再豪横的乱花钱了。看着基德雷一脸真挚的样子，卡伊娜的心都要被俘获了。原本还奉行不婚主义的卡伊娜，在这一刻都即将沦陷。她心想这家伙怎么可以这么帅？就在这时，她赶忙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没想到基德雷突然变成撩妹狂魔。当卡伊娜询问他为什么过来，谁知基德雷表示，因为他太过思念卡伊娜，所以就过来了呗。他这种耿直的表白方式，把一旁的骑士巴斯惊得差点崩溃。哪有这么彪的直男？卡伊娜见状赶忙岔开话题，你不是有问题要问我吗？基德雷瞬间明白，他这是遭到卡伊娜拒绝了，所以变回冷静的状态问道，他已经取消了婚约，不知卡伊娜接下来有什么计划？谁知卡伊娜听后直接赶走了所有下人，随即以女王的姿态告诉基德雷，她需要基德雷帮自己安排个丈夫，一个假想中的丈夫，拥有着无上的权利。基德雷听后直接懵了，他刚被卡伊娜拒绝，对方就这么着急嫁人，公主拒绝了最爱她的公爵，却让他给自己安排一个丈夫，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男人，因为只有这样，公主才能摆脱帝国最残忍的屠夫。在上一世，卡伊娜任由雷杰普摆布，在别人眼中，卡伊娜就像是他的提线木偶，不管是生与死，
都要被雷杰普肆意玩弄。最后雷杰普更是将他送给变态，让卡伊娜在无尽的折磨中凄惨死去。这一世他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他想要彻底改变命运，还得等基德雷彻底继承公爵之位才行。按照小说中原本的剧情安排，基德雷的老爹出轨，和基德雷母亲离婚后，惨遭家族的驱逐，基德雷因此继承了公爵之位。但卡伊娜突然觉得，如此利用基德雷的家庭丑闻，总觉得良心有点小痛。此时基德雷察觉他表情古怪，连忙询问卡伊娜为什么一直盯着自己看呢？卡伊娜尴尬地解释道：“谁让基德雷穿什么衣服都这么好看，难免看得入迷了。”谁知基德雷听后微微一笑，说：“卡伊娜也是如此啊。”不得不说，基德雷这情商也挺高，不仅夸赞了卡伊娜漂亮，还顺便承认了自己帅气无比。他的这番话让卡伊娜顿时小鹿乱撞，讨厌啊，又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卡伊娜见状本想离开，这小子太会撩人了，再和他多待一会，卡伊娜说不定就会彻底沦陷。基德雷却挡在他的身前，质问卡伊娜：“难道和自己在一起会让他不舒服吗？”卡伊娜心跳不断加速，尴尬的解释说不会啊，可他还是不依不饶，竟然直接握住了卡伊娜的秀发，追问卡伊娜为什么总躲着他。这下卡伊娜再也不能淡定了，心想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不是最讨厌和别人亲密接触，这怎么还对自己动手动脚？卡伊娜赶忙解释说，他只是担心会让基德雷不舒服。谁知基德雷却将他抱在怀里，轻声的表示他并没有不舒服。卡伊娜总躲着他，反倒让自己很难过。说罢，他护送卡伊娜离开花园。卡伊娜再次与他贴得这么近，脸颊忍不住泛起红晕。被基德雷发现后，他赶忙解释说这里太热了。两人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转变，只是他们还傻傻的没有察觉。基德雷的助手骑士巴斯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曾经在战场上的基德雷可是让蛮族闻风丧胆的死神般存在，他凭借不畏生死的魄力，彻底平定了蛮族的叛乱。也正是在那场战斗中，他将巴斯从死亡边缘救回来，让他顺利从雇佣兵变成了正式的帝国骑士。只不过坠入爱河的基德雷已经褪去了冷酷的外衣，变成了卡伊娜公主的专职小奶狗。就连他也为基德雷感到高兴。不过基德雷为了能和卡伊娜在一起，也在偷偷做着准备。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收拾那个讨厌的亨利顿。谁让这小子总是作死，上赶着去纠缠卡伊娜。基德雷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一个拥有满身伤痕的男人，却是帝国权势最高的公爵。刚和公主约会后，他心情很好，谁知在得知出现情敌后，他瞬间起了杀心。基德雷之前曾安排杰里米暗中对亨伯顿子爵进行调查，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么肮脏。他在过去的5年内联合了很多人渣贵族，建立了所谓的绅士俱乐部，私底下干的却是贩卖毒品的勾当。基德雷看着调查报告，愤怒地皱紧了眉头。这家伙居然同时还做贩卖人口、非法赌场等勾当。原本这些基德雷都还能忍受，可是杰里米还发现亨利顿最近与雷杰普和海里因走得很近，看样子是想通过他们和卡伊娜增进感情，更是不断纠缠卡伊娜。听到这里，基德雷顿时爆发强大杀气，这样的垃圾就该早点除掉。谁让这小子敢惦记他最心爱的卡伊娜？杰里米瞬间被吓了一跳。先不说亨伯顿是子爵，就算他是基德雷家族的家臣，可他们掌握着帝国的军马产业，基德雷家族又是以骑兵最强，所以不管是明杀还是暗杀，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基德雷当然明白这些，他也就是口嗨一下出气。另一方面，随着卡伊娜的成人礼即将到来，他越发显得兴奋。贝拉不愧是他最忠实的心腹，不管是宴会的清单到现场佣人的配置，他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就连宴会的邀请函他都做得非常漂亮。卡伊娜有他的帮助，真是省了不少的麻烦。卡伊娜心里知道，宴会举办得越成功，那接下来的驸马争夺才会更激烈，那时也是她和假丈夫逃走的最佳机会。不过在此之前，她给基德雷写了封信，让奥利维亚帮自己送过去，正好在帮两人创造见面的机会。奥利维亚其实内心挺抗拒的，要不是卡伊娜的命令，他是绝不会再去见冷漠的基德雷。上次俩人的第一次见面，已经让他有了心理阴影。不过这次基德雷见到他后，居然主动和他打招呼。随后他把信递给了基德雷，这下基德雷顿时呆住了，脸上不由得泛起了红晕。上一世卡伊娜给他写过很多情书，他都当成废纸给扔了，可这次收到卡伊娜的信件，却让他的小心脏砰砰直跳，嘴角还露出了痴迷的微笑，这可把一旁的奥利维亚惊住了。卡伊娜在信中表示，她想去看看那栋基德雷帮他买下的大楼，可她不知该和学院精英说些什么，所以想请基德雷陪自己一同前去。杰里米得知消息后，连忙询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去。基德雷不假思索地表示2天后，可杰里米提醒他，2天后基德雷不是要去大教堂吗？谁知基德雷根本没当回事，立刻回到办公桌前，认真的在给卡伊娜写回信。杰里米这下彻底愣住了。之前巴斯说基德雷变了，他还不信，这下他是彻底信了。爱情的力量还真是相当伟大。他曾是帝国最没用的花瓶，被弟弟当成提线木偶玩弄于股掌之间。可这次的成人礼，他却华丽翻身，成功将弟弟按在地上肆意摩擦。卡伊娜收到基德雷的回信后，总算松了口气。可眼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明天他弟弟雷杰普的禁足会被解除，为
为了能尽快摆脱雷杰普的控制，他必须帮基德雷拿到统治西部的任命书。如今他的父母在闹离婚，但在基德雷结婚之前，所有家臣不会同意让他继承公爵之位。卡伊娜如果能帮他拿到任命书，那基德雷会顺利成为公爵。可是卡伊娜还不知道，雷杰普的智囊梅文斯也察觉到了危险，正在思考如何制裁卡伊娜。谁知亨伯顿却在这时找上门来。梅文斯原本不想搭理他，可是想到卡伊娜似乎很怕亨伯顿，他立刻改变态度，约见了亨伯顿。他打算利用亨伯顿，趁机将卡伊娜和凯特琳都解决掉。随后亨伯顿表示，他的家族愿意支持雷杰普，但他对皇位争夺毫无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个超级收藏家，最痴迷收集世界上美好的事物。自从看到卡伊娜第一眼起，他就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同时让他心中产生强烈的占有欲。所以他帮助雷杰普的代价是要把卡伊娜送给他，他要将卡伊娜变成最完美的收藏品。梅文斯听后冷笑着告诉他，明天卡伊娜要去教堂，基德雷会陪在他身边。亨伯顿瞬间愤怒起来，如果上次不是基德雷阻挠，他早就可以得到卡伊娜。想到这里，他就恨不得将基德雷大卸八块。但这是亨伯顿最好的机会，在教堂内有一处隐秘的房间，只要捐款到一定数额，那里就可以任由对方使用，教堂也不允许其他人进入。换言之，就算是皇室过来都没办法干涉。亨伯顿只要抓到卡伊娜，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处置她。此时的卡伊娜来觐见皇帝，此时的皇帝已经病入膏肓，动不动就会咳出鲜血。不过卡伊娜最近帮他处理政务，让皇帝很是高兴。随后他将任命书给了卡伊娜，并称赞卡伊娜最近表现很好。卡伊娜从皇帝房间出来后，反复回味着皇帝的这句话，实在没想到他会表扬自己。也许皇帝是看到卡伊娜的成长，又想到自己即将命不久矣，对卡伊娜生出许多愧疚之感。隔天清晨，卡伊娜一行来到了学院大楼，发现基德雷似乎还没来，这才意识到自己来早了。谁知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吵闹声。卡伊娜定睛一看，居然是一个银发蓝眼的小正太。她做梦也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遇见凯特琳的儿子，是帝国最漂亮的公主，任何男人见到她都会被迷倒。可如今却搞不定一个熊孩子，还被她疯狂嘲讽。这是卡伊娜第一次碰到伊尔德，他是父皇的情人凯特琳所生的孩子，因此伊尔德从小饱受欺凌。他没想到竟然亲眼目睹伊尔德被别人群殴的场面，却觉得这小子虽然顽皮，但着实可爱得很。于是他微笑着和伊尔德打招呼，他十分勉强地向卡伊娜行礼。当卡伊娜问他为何要打架时，伊尔德却觉得卡伊娜多管闲事。卡伊娜当然要管了，毕竟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弟啊。伊尔德听后脸色瞬间黑了，他平时被雷杰普和海里因欺负惯了，因为母亲是皇帝情人的关系，他们一直生活得很辛苦。如今一直支持雷杰普的卡伊娜居然跑来找他，肯定也是没安什么好心。卡伊娜刚想去帮他擦拭伤口，却被他恶狠狠地拒绝，态度比刚才更加嚣张。卡伊娜又不是圣母，她当然不会惯着熊孩子乱来，于是她让校长一变凉快去，这熊孩子就让他来亲自管教。他身上散发的恐怖气场瞬间把伊尔德吓坏了。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卡伊娜所谓的惩罚就是在他脸上轻轻捏一下。这下伊尔德直接懵了，他心想这姐姐莫不是脑袋有坑吧？他质问道，这就是惩罚吗？卡伊娜解释说，让他接受讨厌的皇室帮助，不就是对他的惩罚吗？接着他补充道，也许伊尔德会觉得卡伊娜在利用他，但换个角度想想，当伊尔德还弱小的时候，不如学会利用强大的人保护自己，这样也能更好的保护母亲。只有放弃那卑微的自尊，才能更好的活下去。只有当自己强大起来，才能真正改变命运。卡伊娜之所以对他说这番话，也是从他身上看到了曾经卑微无助的自己一般，让伊尔德渐渐对他放下了戒心。趁着说话的功夫，他也帮伊尔德上好了药。不仅如此，卡伊娜还把那些欺负伊尔德的孩子做了处分。卡伊娜为他做的这些让他很感动。自从皇帝病重后，他和母亲遭到各种排挤，曾经的朋友都相继疏远他，学院的校长也经常欺压他。他并不想当皇太子，只想和母亲快乐的生活下去。他想拥有很多好朋友，原本已经对生活绝望的他，这一刻却重新燃起了希望。卡伊娜就如同光一样，照亮了他阴暗的生活。他刚想问卡伊娜能不能帮助自己，谁知卡伊娜却突然让他把衣服脱掉吧。伊尔德瞬间吓得捂住了身体。我去姐姐难道是个女流氓吗？原来卡伊娜只是想帮他涂药，毕竟不脱衣服涂抹不到。可伊尔德却坚持要自己做，毕竟都13岁了，刚和姐姐见面就脱衣服，这也太尴尬了。帝国最冷酷的公爵大人居然成了公主的小迷弟，今天终于鼓起勇气告白了。卡伊娜正等着伊德尔换衣服时，女仆突然过来报告说基德雷已经到了。于是她赶忙带着伊德尔出来迎接。她好奇地询问基德雷怎么会跑来这个地方。基德雷表示，他听说卡伊娜突然来学院内部，以为出了什么状况，也立刻跟了过来。就在此时，他注意到卡伊娜身旁的小孩，他赶忙解释道，这是他的弟弟伊德尔。基德雷表示他对伊德尔比较了解，据说他拥有超强的战斗天赋，将来也许会成为有名的剑客，不过就是脾气不太好，周围的小孩都被他揍过。可是让基德雷没想到的是，小家伙在卡伊娜身边，除了表情臭屁之外，却非常的乖巧。看来卡伊娜真的很有魅力。卡伊娜看基德雷来了，就准备和他一起过去。此话一出，伊德尔瞬间失望了。他
他以为卡伊娜也要抛弃他，可没想到卡伊娜却直接牵起他的手，俯身蹲下，笑着和他道别：“我们下次还会见面的哦，下次记得不要喊公主，直接叫她姐姐。”直到此刻，伊德尔才反应过来，卡伊娜对他的关心是真实的，他对伊德尔所做的一切，都在一点点的撬开伊德尔内心中封闭已久的大门。随后，他和基德雷一同离开。路上，基德雷问他为什么对伊德尔那么好，卡伊娜表示，他毕竟是自己的弟弟，他不想让伊德尔总是遭受背叛。伊德尔这个年纪是最需要别人的关心与呵护。谁知基德雷突然吃醋了，他从后面贴近卡伊娜，温柔地说道：“如果卡伊娜能这么关心他，基德雷肯定会万分感激的。”卡伊娜被他吓坏了，这男人也太能撩了，这次居然还这么直接。如果卡伊娜不及时跑开，估计会直接沦陷在他的怀抱中。可是更让他尴尬的还在后面，他原本只想和基德雷安静的吃饭谈接下来的计划，谁知这家伙居然带他来情侣餐厅。他以为基德雷有什么特殊癖好，其实就连基德雷也不清楚，这是手下巴斯特地帮他们挑选的约会场所。看着周围优雅的环境，乐队演奏的美妙音乐，眼前还有如此动人的卡伊娜，基德雷彻底放松了。他告诉卡伊娜，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与别人共度时光会这么愉快。这个让他愉快的人就是卡伊娜，是他彻底改变了基德雷，是卡伊娜给予了他最多的快乐。卡伊娜越听越不对劲，他如果不是被人夺舍，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基德雷要对自己告白。卡伊娜瞬间慌了，难道因为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小说的剧情走向吗？这可如何是好？在面对埃文即将告白的话语时，卡伊娜有些慌了神。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埃文对公主殿下有好感，而卡伊娜对此并不反感。但是小说中的埃文和奥利维亚是命中注定的，我不能干涉到他们两个。于是卡伊娜决定狠下心来，委婉地拒绝道：“我虽然不知道您具体的想法，但我觉得现在这样的关系是最好的。”听到公主殿下的话语，埃文有些失落。公主殿下，我明白了。随后卡伊娜在想，本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在顺利进行，可这件事却出乎意料，难道是我的错觉吗？一旁的奥利维亚有些担心地问道：“公主殿下，您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而卡伊娜其实有些不好意思面对他，毕竟差点抢了她未来的老公。奥利维亚以为公主殿下是在担心伊德尔的事，然后将学校的处理结果告知了他。卡伊娜也是松了口气，目的已经达到了。然后两人来到了马车旁，就在卡伊娜准备上车时，车夫伸过来的手让她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公主，请问是要立刻回宫吗？此时的车夫开口问道。虽然着装和平常马夫无异，但是寻常的马夫和我搭话时会紧张，而面前这个人却表现得从容不迫。最关键的一点是周围过于安静了，就好像四周被提前打点了一样。这时卡伊娜拿出军事任命书说道：“奥利维亚，这个还是早点转交给埃文大人比较好，你去送一趟吧。”奥利维亚有些犹豫的接过，然后离开了。卡伊娜便非常严肃的开口问道：“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在卡伊娜摊牌之后，这个伪装的马夫还在装傻，看来你并不想交代自己的身份啊。卡伊娜想了一下，谁会把自己当成敌人呢？而且对方竟然一点也不怕自己察觉。这个男人游刃有余地掌控着局面，周围也没有可以帮助我的人，目前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他露出破绽了。然后卡伊娜大步向前，对着马夫说道：“我劝你在奥利维亚回来之前，最好把事情解决了。”卡伊娜想到的办法就是挑衅，而且还真的奏效了。此时面前的男人不再伪装，径直向公主殿下走去，然后搂着卡伊娜说道：“你这保护侍女牺牲自己的精神，还真是让我感动呢。”随后走出4、5个人，将卡伊娜制服。另一边，在前往基德雷府的奥利维亚意识到公主是不会临时变卦的，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可就在下一秒，草丛旁突然出来一个男人，一剑劈了过来。然而有惊无险的是，基德雷及时赶到。奥利维亚像看到救命稻草般的抓住基德雷，说道：“请您救救公主殿下吧，公主好像出事了。”另一边，卡伊娜被人关在了一处地牢里。听说在来的路上你大闹了一番，我果然没看错人。好久不见，公主殿下。这件事惊动了整个皇宫，在他们看来，为了这件事惊动身体不佳的皇帝不值得，毕竟一国之主的安危才是第一位。然后有人提议要不要告知雷杰普殿下，但是他又因为被陛下软禁，不能随意外出。奥利维亚在门外听到了这一切，认为必须要先采取行动，不然公主殿下一定会有危险。雷杰普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门外的嘈杂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奥利维亚不顾门卫的阻拦闯了进来，然后跪在雷杰普面前。雷杰普有些茫然的开口问道：“你是谁？”一旁的侍卫赶忙将奥利维亚拉走，他着急的开口说道：“雷杰普殿下，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此时的雷杰普想起来了，这是皇姐身边的侍女。奥利维亚见雷杰普没有回应，急忙说道：“公主殿下被绑架了，求您救救公主殿下吧。”面对奥利维亚的求助，雷杰普有些不敢相信的问道：“你说什么？”奥利维亚有些委屈回道：“公主殿下1个小时前被绑架了，但是宫里没人愿意出手相救。”雷杰普听到这里，脸上有些生气，随后走向奥利维亚，轻轻抬起他的下巴，面无表情的问道：“绑架？”奥利维亚一惊，他清楚地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很危险，身体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基德雷大人搜索完现场得出的结论，雷杰普再一次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就起身离开，打算出去寻找皇姐。而一旁的人则劝说道：“您还在软禁中，这样做就是违抗皇命。”随后一堆侍卫拦住了他，
雷杰普丝毫没有犹豫地拔出了剑，劈向了身边的侍卫，然后不带一丝感情地说道：“立刻召集军队，包围首都。若是在天黑之前找不到黄锦，你们也就不用回来了。”另一边，卡伊娜刚从地牢中醒过来，就来了一个送饭的人，说道：“不要妄图喊救命，因为没人会听见。”此时的卡伊娜没有害怕，反倒是像疯了一般的大笑了起来，这把一旁看守的人吓坏了。卡伊娜看着那帮人，笑着说道：“我们做个交易吧，你们乖乖解开锁链放了我，我就饶你们一命。”看守的人大声说道：“你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你可是被绑架了。”还不待他说完话，卡伊娜露出了那绝美的微笑：“是我没掌握清楚状况吗？”他这么问的原因就是知道那个人一定在某处津津有味地观察着这一切。随后继续说道：“我没猜错的话，你们之中一定有为海因里希卖命的。如果你们不放我走，那些对你们不利的消息就会传入我弟弟的耳中，比如你们组织的秘密藏身地。”此话一出，这帮人浑身一颤，有些惊讶。其中一人反驳道：“你现在在我们手上，怎么给你弟弟传消息？”卡伊娜继续微笑着说道：“因为我早就做好被绑架的准备了。”他清楚地知道，手上握的权力越多，周围的敌人也就越多。当我真正掌握实权时，雷杰普的势力一定会除掉我的。其中动机最大的就是梅文斯家族，而我早就准备好了对策。你们如果不放了我，那就等着亲身体会一下我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了。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吧。上一集说到卡伊娜放出豪言，如果你们不放了我，我弟弟绝对会找过来。在过了许久之后，看守的那帮人有些心慌，都在害怕雷杰普的到来。毕竟绑架皇族可是重罪，而这正中了卡伊娜的下怀。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内部产生嫌隙。但是卡伊娜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因为在那堆人中有一个男子只是静静地坐着，笑着看着自己。看到那对金色的眼眸，卡伊娜一惊，没想到海因里希竟然亲自来了。不过这样反而更好，这可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此刻的奥利维亚应该已经发现了我被绑架的事。卡伊娜总感觉向海因里希求助的话，他就会帮我。话说基德雷会来救我吗？可是想到这里，卡伊娜有些顿住。那一天我们才不欢而散，但是内心深处却还是希望他能来救我。我真的是疯了呀！此时的卡伊娜脸有些红了起来。可就在这时，一声冰冷的话语响起：“怎么这么吵啊？听说你在来这里的路上大闹了一番，公主殿下。”卡伊娜瞪着来的人，冷漠地说道：“亨伯顿·吉利安。”此人反倒是抬起卡伊娜的下巴，邪笑着说道：“你那傲慢的行事作风最好还是改一下。”这一句话倒是点醒了他，这段时间自己太过温和了，一点也不像恶女。于是笑着回道：“傲慢的行事作风，我很庆幸我看到了你的底线。”亨伯顿·吉利安。另一边赶来的雷杰普却感觉很烦躁，是因为那些下贱的东西竟敢碰我的姐姐，而我却无法找到他们吗？我那美丽温柔的姐姐，旁人休想动她一根手指，她只属于我一个人。殿下，侍卫的一句话让雷杰普回了神。我们发现了几个可疑之人。雷杰普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找到黄姐了吗？”侍卫回复道：“殿下暂时还没有找到公主殿下。”于是雷杰普问到被逮住的那帮人：“你们藏在宅子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我听不懂您的意思。”而下一刻一声枪响，那人就倒在了血泊中。果真就一枪毙命啊！雷杰普笑着说道：“难怪法律禁止携带枪支。”下一刻他将枪指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好了，你来说说看吧，我现在心情特别差。”那人颤抖着说道：“是亨伯顿·吉利安公子指使的。”上一集说到卡伊内面对吉利安的挑衅，他从容不迫，甚至反过来威胁吉利安，这让吉利安有些诧异。这和自己知道的卡伊娜不同，以前她只是外表美丽内心空洞的人偶而已，现在她眼里却充满了厌恶。吉利安激动得有些颤抖，随后放声大笑起来，眼里带着一些贪婪，对着卡伊娜说道：“你这样让我更有征服欲了。”然后吩咐人将公主带走。那帮人来到公主面前，嫌弃前去解决奥利维亚的那个人太慢了，这让卡伊娜有些担心。但是她此刻必须冷静，然后找准时机逃出去。这时有一人突然从怀中掏出匕首，刺向了押送公主的那人。这下吉利安的手下乱作一团，其中一人大吼道：“你们这群蠢货，赶紧处理掉叛徒啊！”而吉利安看着卡伊娜的表情变得越来越狰狞。卡伊娜见时机成熟，打算逃走，突然从侧身旁伸出一双大手，紧紧地抓住她的脖子。卡伊娜难受的都快晕了过去，想起了自己曾经痛苦死去的模样，她并不想就这样死去，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脑海里出现了走马灯，那些熟悉的人以及事过了一遍又一遍。随后她强忍着不适，狠狠地咬了吉利安一口。吉利安因为疼痛将卡伊娜推开，看着胳膊上的咬痕，吉利安冲着卡伊娜猛扑过去。卡伊娜紧闭双眼，准备接受自己死亡的命运。千钧一发之时，一支箭射了过来，脸上的疼痛以及局势突然的变化让吉利安清醒了过来。营救公主殿下的人终于赶来。此时基德雷拔剑冲着吉利安恶狠狠地说道：“我当时就应该杀了你。”在卡伊娜千钧一发之际，基德雷及时赶到，这让吉利安有些慌了。没想到埃文基德雷竟然来了，随后看向身后的教堂，只要再往前走一点就能进入教堂里的那栋房子。听说只要藏在那里面，就没人能够轻易把他带走。吉利安心想当下一定要拖延时间，趁机逃进教堂，然后开口说道：“基德雷大人，您来晚了。”什么？基德雷有些不明所以。吉利安耸了耸肩说：“您难道不是因为公主殿下被绑架才来的吗？”然后一脸阴笑的将手搭在卡伊娜的肩膀上。真可惜，我比您早来一步，公主殿下被我救出来了。卡伊娜刚想转身说话，就被吉利安在耳边恐吓道：“安静点，
你要是敢发出一点声音，我就杀了你。基德雷当然没有相信吉利安的鬼话，可在我看来，你是在威胁公主殿下。吉利安赶紧摆手说道：“怎么可能威胁公主殿下呢？只是有些不便行动，所以我才搀扶着她。”卡伊娜紧闭双眼，因为她不想把埃文牵扯进来，然后只是张了张嘴：“别过来。”基德雷看嘴型，知道卡伊娜说的是这3个字。卡伊娜用坚定的眼神看着基德雷，仿佛在告诉他我没事的。基德雷没有理会卡伊娜的流言，恶狠狠地对吉利安说道：“别在我面前演戏了，你的话里到处都是漏洞，赶紧把你的脏手从他身上拿开，否则你的2条胳膊就不用要了。”吉利安眼见目前的计划全都被打乱了，也是将身边的公主猛地推开。在见到吉利安逃跑的那一刻，基德雷仿佛一瞬间就冲到他的面前，那锐利的剑也随之而来。卡伊娜见状大声喊道：“埃文大人，不要杀他！”基德雷顿了一下，收了力道，只是划伤了吉利安那令人作恶的脸。吉利安捂着脸痛的大叫，基德雷急忙去搀扶卡伊娜，这让吉利安有了逃跑的机会。基德雷随后下令让自己的手下去追。卡伊娜有些担忧地问道：“埃文大人，您是怎么找到我的呢？”基德雷没有回答，看着卡伊娜浑身的伤痕，内心充满了愧疚，然后轻抚卡伊娜的秀发，用充满歉意的口气说道：“对不起，我来晚了。”卡伊娜不理解基德雷为什么会露出这种表情，但是她还是靠在了他的怀里，轻声说道：“埃文，我没事，幸好有你来救我。”上一集我们说到基德雷用剑划伤了吉利安的脸，在公主殿下要手下留情的要求下，吉利安趁机逃跑。他来到了一棵大树下，摸着自己受伤的脸，心里暗自懊悔：可恶啊，明明只差一步就得手了，都是该死的基德雷坏了我的好事。然后轻声安抚自己说道：“没关系，虽然这次失败了，但是还可以创造下次机会。”而此时雷杰普殿下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吉利安浑然不知，还在谋划如何彻底的拥有卡伊娜。这时雷杰普将枪口抵在了吉利安的脑后，随后冷冷的开口说道：“我还以为是谁在自言自语，原来是你躲在这里啊！”此时雷杰普因为心中的烦躁与不满，抓起了吉利安的头发：“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这种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吗？因为你们总是越界。亨伯顿·吉利安，你这个不自量力的蠢货！”另一边，基德雷的手下前来复命，说并没有抓到吉利安。基德雷也有些诧异，随后让手下把附近彻底的搜索一遍。还没等他们动身，此时马蹄声响起，被捆绑的吉利安就被扔在了地上。见到马上的人，基德雷以及手下都行了一个大礼。来人正是雷杰普。吉利安就在这里，你找到我黄姐了。基德雷回复道：“雷杰普殿下，公主殿下在这里。”见到昏迷不醒的黄姐，雷杰普有些心急如焚，但随后就冷静了下来，用阴森的目光看着吉利安，然后下马大步朝他赶去。这时吉利安面对暴怒的雷杰普，笑着说道：“公主殿下被绑架这件事您也有责任，既然她对您来说这么珍贵，您就更应该好好保护她。换成是我绝对不会允许有人觊觎我的人。”这番嘲讽的话语让雷杰普失去了理智，他将吉利安压在身下，双手用力掐着他的脖子。雷杰普的脸变得越来越狰狞。此时基德雷拍了一下他：“雷杰普殿下，您冷静一点，我们还需要吉利安找出幕后黑手，您要保持理智。”雷杰普尽管非常想现在就杀了他，但是还是忍住了，随后吩咐人将这些罪人全部押入大牢。从吉利安手中救出来的公主殿下，直到第二天早上还是一直昏迷不醒。经过医生的诊断，卡伊娜只是有一点气血瘀滞，其他并无大碍。雷杰普有些心疼地看着自己的黄姐，然后用手轻抚她额头上的秀发。此时的卡伊娜睁了一下眼，看见了面前的2个人。雷杰普和基德雷注意到了卡伊娜的变化，急切地问道：“黄姐，你醒了吗？你知道这是哪里吗？”卡伊娜没有回复雷杰普的问话，只是向基德雷的方向伸出了手，嘴上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埃文，埃文。”一旁的基德雷则是安抚道：“公主殿下，一切都解决了，您好好休息。”雷杰普显然有些不敢相信，之前他只是有些怀疑，现在他彻底确信了。黄姐一改往日作风，并且还想离开我，都是因为埃文·基德雷，都怪这个家伙。卡伊娜一个人是绝对逃不出去的，因为她在全国各地都很出名，而且卡伊娜自己也知道，逃离皇宫就是在逃离自己的命运，但她还是要执意离开，就说明她找到了出口。如果埃文·基德雷真的在帮助卡伊娜，我应该怎么办呢？埃文·基德雷为什么要帮助卡伊娜呢？见卡伊娜的情绪稳定了下来，雷杰普尽管有如此多的疑惑，但还是忍住没有去问。多亏有你，黄姐才能平安无事。话说你调动家族骑士，要说服基德雷公爵一定很难吧？基德雷面对雷杰普的刁难，淡淡的回复道：“不会的，因为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基德雷家族的掌权者。”这个消息让雷杰普有些惊讶。随后雷杰普回到皇宫后，召见了杰诺梅文斯，询问埃文·基德雷当上公爵的消息是怎么回事。杰诺梅文斯也不知道，于是雷杰普问道：“我黄姐在被绑架前做了什么？”而杰诺梅文斯却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只知道公主去见了皇帝陛下。”随后雷杰普大怒，将杯子扔在了他的身上。杰诺梅文斯，你还傻站着干嘛？赶快去查清楚卡伊娜和父皇到底单独聊了什么。当得知自己最爱的姐姐想要逃离自己时，雷杰普黑化了，他让杰诺梅文斯查清卡伊娜与皇帝单独聊了什么。此时的杰诺梅文斯一脸发愁地咬着手指，那种东西怎么可能查得出来？而最重要的是要让亨伯顿·吉利安闭嘴。
否则被雷杰普查到绑架公主殿下有自己的参与，那后果不堪设想。就在杰诺梅文斯还在忐忑不安时，一位侍从出现询问道：“客人，您带礼物来了吗？”杰诺梅文斯翻找一阵，拿出一枚硬币，说道：“当然带了，给你确认一下。”侍从确认后，带着他来到后门。杰诺梅文斯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助。当打开门的那一刻，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人竟然是伊斯特海因里希。此刻后面的门突然的关上了，看着杰诺梅文斯的反应，海因里希开口说道：“我不是告诉你我就是乔迪亚伯爵了吗？”杰诺梅文斯没想到这个承包商的一把手会是他。海因里希带着一丝玩弄的语气说道：“我一直很好奇，是哪个胆大包天的人敢绑架公主？没想到这件事竟和梅文斯侯爵的次子有关。”然后紧紧地捏住了杰诺梅文斯的下巴，开口说道：“你怎么一脸失魂落魄的样子？卡伊娜公主让很多人吃了大亏，不是吗？她不仅预料到会被人绑架，还知道了幕后主使。你不觉很奇怪吗？这段时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你没发觉什么吗？”随后拿起酒杯，自顾自说地倒起了红酒。杰诺梅文斯装傻地说道：“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海因里希则是轻蔑地笑了一声：“都说侯爵之子心思缜密，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名不副实的传闻罢了。”杰诺梅文斯有些生气地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海因里希淡淡地回复道：“公主被绑架才不过半天，雷杰普皇子就违抗皇命离开皇子府。基德雷公爵调动了家族骑士，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营救卡伊娜公主。那么问题来了，卡伊娜公主真的有这么高的价值吗？”面对海因里希恶魔般的低语，杰诺梅文斯有些紧张。公主殿下当有用处了，不然雷杰普皇子又怎么会不顾一切的去救她？听完这句话，海因里希微笑着说道：“我也是这样想的。卡伊娜公主身上一定有我们所不知的东西，那种绝对会引起所有人为她疯狂的东西。”杰诺梅文斯否定道：“那绝对不可能。”说着说着，海因里希疯狂的大笑起来，然后握着杰诺梅文斯的手，把杯中的红酒倒在了他的手上。我们都被这位公主玩弄于股掌之间，而我对这样的公主感到非常好奇。海因里希近乎病态地舔着杰诺梅文斯手里的红酒：“你要好好善待这位公主，如果我的玩具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样的举动。”杰诺梅文斯面对海因里希紧张的说不出话，因为他知道这个家伙是真的很危险。当越来越多的人对卡伊娜着迷的时候，他刚刚从昏迷状态清醒过来。雷杰普，这里是哪里？那些绑匪怎么样了？雷杰普握着卡伊娜的手说道：“所有绑匪都被押入了大牢，之后我会向吉利安子爵家族问罪。”随后卡伊娜起身问道：“我昏睡了多久？”雷杰普有些担心地回道：“昏睡了1天，你可以再多休息一会的。”卡伊娜想到了之前赶来救自己的埃文，原来那不是梦啊。沉思片刻后，向雷杰普说道：“你的禁足令怎么样了？我记得你明明被禁足了10天，陛下允许你外出了吗？”雷杰普见皇姐带着命令的口吻问道，有些不爽，但还是忍住了，只是淡淡一笑：“这件事皇姐就不用操心了，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听到这句话，卡伊娜有些着急：“等一下，雷杰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卡伊娜慌乱之中拉住了雷杰普的披风，这一举动让雷杰普腰间的枪支暴露了。卡伊娜感到大为震惊：“雷杰普，这把枪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想要做什么？”而雷杰普面无表情地拿出了腰间的武器：“皇姐，你觉得皇帝陛下会赦免公然违抗皇命的我吗？”卡伊娜急忙说道：“你先回皇子府，我会好好劝说陛下的。”这句话让雷杰普想起了一些事，有些失望地说道：“就像是劝说陛下给埃文统治权任命书那样，劝说他赦免我吗？”随后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卡伊娜的金发：“皇姐，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卡伊娜依旧是担心地安慰道：“这2件事不能混为一谈，我是真的担心你啊。”雷杰普问道：“为什么？”此时卡伊娜亲吻着雷杰普的手，温柔着说道：“因为你是我的弟弟啊，所以你就乖乖听我的话吧，拜托你了好吗？”雷杰普好像释怀了一样，闭着眼享受这一刻，然后开口说道：“埃文公爵会帮我解决这件事的。”卡伊娜有些不明所以，父皇是一个冷酷独断的人，他不允许任何人违抗他的命令，可是埃文竟然要去解决这件麻烦事，他要怎么解决呢？他看起来并不像是要支持雷杰普。沉思一刻后，卡伊娜反倒是脸红彤彤的。难道他是为了我吗？卡伊娜在醒来后不久，就听见了有些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奥利维亚和贝拉。见公主殿下安然无恙，贝拉握着卡伊娜的手，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公主殿下，您没事真是太好了。”卡伊娜安慰她说道：“我没事，你不用惊慌。”一旁的奥利维亚有些犹豫，随后跪下开口说道：“请您惩罚我吧，是我没能保护好您，这都是我的错。”然而卡伊娜却紧紧地抱住奥利维亚：“多亏了你，我才能平安无事，谢谢你，奥利维亚，你肯定也很害怕吧？”此时奥利维亚脸庞浸满了泪水：“您能平安归来真的太好了。”卡伊娜见2人的模样，欣慰地笑了，然后打算给奥利维亚放个假，让他回老家休息一下。奥利维亚立即摇头否定，用洪亮坚定的声音说道：“我想守在您的身边，我想待在这里，您就答应我吧，殿下。”卡伊娜仿佛看到了一只楚楚可怜的小鸭子，随后也是答应了奥利维亚的要求。此时一声轻咳打破了这美好的氛围：“你们要一直这样待到什么时候？”奥利维亚和贝拉有被吓到，急忙向雷杰普行礼。雷杰普有些恼火，便让2人出去，由自己照顾皇姐。看到雷杰普的反应，卡伊娜有些疑惑。按理说雷杰普和奥利维亚是一见钟情才对，可现在他好像很烦奥利维亚。卡伊娜开口问道：“雷杰普，你有没有心跳加速，或者呼吸变得急促的那种感觉呢？”面对皇姐这莫名其妙的问话，雷杰普有些困惑。
看着紧盯自己等待回话的卡伊娜，雷杰普开口说道：“黄姐，我有句话不知道现在说合适不合适。我感觉你现在好像没睡醒，特别缺觉，你现在赶紧睡吧。”尴尬的氛围充满了整个卧室，这让卡伊娜有些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雷杰普在照顾好卡伊娜之后，回到了皇子府，想起了刚才的那幅场景，自言自语的说道：“真让人看不惯啊！那个叫奥利维亚的女人真碍眼，他们一个个的都缠着卡伊娜，到底有什么目的？除了我，卡伊娜不需要任何人，我不能再让他们缠着卡伊娜了，要慢慢的把那些不需要的人处理掉。”随后伸手摸向腰间，下一刻雷杰普有些慌了，因为他不管怎么找，腰间的那把枪都已经不见了。另一边，公主